因为是我妈肚子里出来的，亲爸就把我嫁给一个瘫痪了10几年的男人。前世医学教授苏英穿越到了80年代，考上大学被人顶替，讨说法又被打伤，进城看病，又得知爸爸早就抛弃了他们母女，甚至算计她嫁给残废老兵。妈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看病？你爸在江城，我们去找你爸去。母女俩坐了2天2夜的火车才到了江城，连招待所也不舍得住，按照地址一路问着人，找到了林心纺织厂。大爷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苏建设是在这个厂子里上班吗？门房老头听到苏建设这个名字，他抬起眼看过来。你是谁？找他干什么？我是他女儿，我叫苏英，这是我妈，是他爱人。你这闺女是想求苏厂长办事吧？怎么乱认爹呢？我们都认识苏厂长，他女儿可不长你这样。厂长，他女儿。叔，你们这儿的那个苏建设是不是个儿挺高？门房老头朝外头看了一眼，忽然满脸堆笑。苏厂长，您回来了。老刘啊，你那收音机声儿太大了，我在这门口都听见了。哎，我知道厂长，我调小点儿。苏建设走过来时，朝苏英母女看了一眼。这是找谁的？苏建设已经7年没回家了，自然是认不出他们娘俩。他爸，我是舒云呢。苏建设瞳孔放大，震惊地看着陈淑云。你是谁？陈淑云激动的手指都在发抖，她用力地抓着苏英，把她推到了苏建设面前。苏英，我们的女儿，我是陈淑云啊，上阳村儿。苏建设眼神骤然凝住，终于想起了自己在上阳村的老婆孩子，只是他此时除了慌张和愤怒，却并没有丝毫惊喜。他看了老刘一眼，拉着陈淑云就往厂子外走。你不在上阳村待着，跑这儿干什么？我知道你不让我来找你，可是孩子受伤了，县城的大夫说得去大医院，我这才带着孩子来找你。那你带他去医院啊？来厂子来干什么？苏英站在一边，看着他不仅没有一点见到妻女的高兴，反而满脸愤怒地指责陈淑云，对于他这个受伤的女儿更是没看过一眼。你现在马上走，不要再来厂里找我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，你来是故意给我丢人的吗？不想让我好是不是？陈淑云看着这个7年未见的丈夫，这些话很伤人，刺得她心里难受，可是却还是只能解释，不敢生气。不是的，苏英她受伤了，很严重，我们得给她看病。苏建设很不耐烦，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塞给她。那你就带她去医院看看，这钱拿着，别再来我厂里找我。苏英走过去，一把钱从苏建设手里抢了过来，怒瞪着他。你这么怕我们来你厂子，是嫌我们丢人，还是你心虚？我心虚什么？你怎么这么没教养？你妈就是这么教你跟你爸说话的吗？苏英冷冷地看着他。爸，你算什么爸？你现在是别人的爸爸。苏英话音刚落，苏建设抬手就要打苏英。混账，你敢这么跟你老子说话？别打女儿，不要打女儿，她脑袋伤着呢，很严重，你是她爸呀。苏建设满脸怒意，看着由黑干瘦的陈淑云，眼中的厌恶更是毫不掩饰，不过最终还是放下了手。行，这次我就放过他。陈淑云，我们那时候结婚本来也是你们家逼我的，既然你来了这儿，我们一会儿去把离婚手续办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离婚？苏建设朝纺织厂那边看了一眼，微微沉吟。现在吧，现在去离婚，你户口本、介绍信那些都带了吧？苏英冷眼看着苏建设去厂子门口推他的自行车，也明白这就是个人渣，在江城应该是有新家了，根本就不会在乎他们母女的死活。苏建设刚推着自行车要走时，厂里出来一个女人，快步朝苏建设走过去。苏英跟陈淑云站在远处，看着女人给苏建设整理衣服，还握着他的手，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，频频往他们这边看。妈，这个男人他不值得，就算要离婚，一会儿也要问清楚。陈淑云用力摇头，不离婚，我不能离婚。苏英很不能理解，这个男人都这么对她了，7年不回家，没管过他们，现在来找她，他是这种态度，而且从刚才那门房的话来看，他在这里肯定又有了老婆。他是谁？就是你的新欢？她是厂子里的女职工，你们既然来了，那我先给你们找个招待所住下吧。好，那我们能住下来了吗？不是说受伤了要看病吗？住下吧，下午我带她去市医院看看。他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，陈淑云扶着苏英在后面亦步亦趋地跟着。英英，你看我说你爸不能不在乎你吗？他还是心疼你的，咱好好的治病。苏英轻轻嗯了一声，可心里却不这么认为。苏建设态度转变太快，之前还要急着离婚，现在又表现出一副要照顾他们的样子，很不对劲。苏建设找的这家招待所离纺织厂不远，环境并不好，
不过80年代招待所都这样，好在是个双人间，没让他们睡大通铺。他这伤是怎么弄的？刚坐下，苏建设就问道。陈淑云把苏英的事情跟他说了一下。什么？考上大学了？是了，咱家英英那个分好像能上京城的大学，她可是咱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，就是让人给顶去了。英英去找人家还被打了。果然是我的女儿，有学习天赋。是，跟你一样会念书。苏建设又看着苏英，把她的脸仔细打量了一遍，这才看向了她头上的纱布。伤得很重吗？伤口大不大？苏英不说话，陈淑云便说道。县医院的大夫说好像是脑袋里面有血，英英老是头疼，外面伤口倒是不大，就是一个小伤口。苏建设点点头，叹了口气，终于说了句关心的话。哎，让孩子受苦了，我还得回去上班，下午我带他到医院看看。你们先吃点东西，再休息一会儿吧。他说完站起来就走，陈淑云跟在他身后，小声问道。你不跟我们一起吃饭？不了，我还有工作，你们吃吧。不是给了你10块钱吗？给苏英吃点好的，她太瘦了，吃完你再带她去买件衣服，她身上的衣服补丁太多了。说到这里，他想了想，又从兜里掏出30块钱，挑好的给她买一身。英英，你想吃啥？你爸给了钱让带你吃点好的，再给你买身儿衣裳。英姬妹妹竟然也是重生者，可她不但不珍惜重生的生活，还千方百计的来算计我。怎么样？我刚才离得远也没看着，长得还过得去吧？我看身高还行，这农村人是不好看，但好好打扮一下能过得去就行。我觉得要不别让她嫁给那个残废了，她学习好，今年就考上大学了，但被县里的人给顶替了。咱家小韩明年不是高考吗？我觉得留他1年，明年让他也考。小韩如果考不上，还能顶替苏英去上大学。苏建设，你凭什么认为我的小韩就考不上大学？你就想说你的女儿厉害是不是？觉得她比小韩好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想什么呢？她当然比不上小韩，虽然她是我亲生的，但小韩可是我从小疼到大的孩子，我最疼她。我这不是也想给小韩多留条路吗？到时候她要是考得比小韩的学校好，那小韩不是也多一个选择？哼，你还是认为她会比小韩考得好？我们小韩在学校可是老师都夸她好学生，她一个乡下丫头能比吗？不能比，肯定不能比。那就听你的。只是对方真的愿意娶农村的吗？会不会不帮我们，还迁怒我们？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你放心吧，我爸刚才就问过了，人家那边说了，只要能解决那位大龄青年的个人问题，国营厂肯定能给我们漏一批沙出来。纺织厂这几年效益不好，上头已经有了换厂长的想法，好不容易打听到部队正在给一位大龄退伍兵找对象，只是介绍的女孩一听说对方是个残废，瘫在床上，全都吓跑了。这不正发愁呢？你前妻就带着你女儿来了，你可得把这件事搞定了，不然你厂长的位置是坐不住了。放心，肯定搞定。下午苏建设带苏英去了医院，医生刚才说的话你也听到了，建议你住院，而且你以后得天天吃药，还不能保证不恶化，这可需要很大一笔钱。所以呢？所以你看病要钱，今天这治疗费用爸可以给你出了，但后续住院的钱我可出不起。我现在虽然挣工资，可是也不多，拿不出那么多钱给你看病。所以呢？所以我跟你啊，我想着要不你早点嫁人吧，反正现在你年龄也到了，你可以嫁到城里来，以后你看病吃药也都方便。苏英心中恍然，原来这才是他态度转变的原因。可怜陈淑云还以为他回心转意，接受他们母女了。这件事我会考虑，你先回去吧。苏建设没想到苏英会说考虑，而不是生气，也不委屈，甚至什么也没问。那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妈那有钱，让她给你买点吃的，我明天再去看你们。我的病不要告诉我吗？好，记得去拿药。苏建设急急忙忙地赶回家，赵玉梅已经做好了晚饭。今天有红烧肉啊，我老婆这手艺，在楼道里就闻到香味了。爸，我妈特意给你做的，你没回来都不许我吃呢，她可心疼你了。不用等我，小韩想吃就先给孩子吃，他学习累，得多吃点好的。他吃的还不好啊，鸡蛋肉的一点没少他的。不过咱家小韩懂事，吃什么好的也给你留点儿。对了，你那个女儿怎么样？伤得不严重吧？不太好，她脑袋是外伤，可是却有脑损伤后遗症，要吃药控制，还要定期检查。爸，姐姐伤得这么严重吗？什么姐姐？咱家就你一个女儿，你哪儿来的姐姐？乡下来的丫头也能做你的姐姐？苏建设讪讪地笑了笑，对苏小涵道：你妈说的对，你不用叫她姐姐。妈，你别说了，赶紧吃饭吧。苏建设看到苏小涵处处都在为他考虑，对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更加心疼。苏小涵吃了一个馒头，
吃了几块红烧肉就说吃饱了。我回房间看书了。咱家小韩这么努力的学习，肯定能上个好大学。那当然，小韩以后可是要捧铁饭碗的，说不定还能留在江城呢。你以后都得仰仗着女儿。是，咱俩好好供小韩念书，以后他要进了体制内，咱家可要跟着沾光了。苏小涵坐在书桌前，努力回想着前世的事情。前世他没怎么在意苏英，可是后来他高考落榜，连专科也没考上，但苏英却考上了大学。爸爸让他顶替苏英去念大学，可就在他要去大学报到的那天，苏英竟然大闹教育局，爸爸也受到了牵连，丢了厂长的位置，被纺织厂辞退。他立刻从厂长家的女儿变成了平常百姓，最后嫁给了一个修车的。那人原本看着不错，可是下狠手打她。婆婆更是重男轻女，因为一直没生出儿子，她就被逼着一直生，最后生到第8个女儿的时候大出血死了。而苏英上大学之后居然当了医生，嫁给了一个部队医院的医生周旭北。苏英，这一世我绝对不会让你有机会上大学，更不会让你有机会嫁给周旭北。周旭北现在在哈市医科大学上大2，现在努力学习，一定要考到他的学校。第二天一早，苏建设去上班之后，苏小涵出门前又转到了赵玉梅的房间。妈，爸爸的那个女儿长得挺不错吧？其实应该能嫁个不错的人家。你跟妈想到一块去了，那个女孩比她那个妈厉害，还骂了你爸呢，所以我觉得让她嫁给那个残疾老兵正合适，还能帮帮你爸。苏小涵暗笑一声，她既然是爸爸的女儿，应该也很愿意帮爸爸的。爸爸厂子里情况也挺急，而且他们住在招待所也花钱，这件事还是早点定下来。赵玉梅也很着急，想把这件事早点定下来，但苏建设那个磨磨唧唧的性格实在是不利索。上午上班的时候，他找了空赶紧去了趟苏建设的办公室，给他施压。上头领导马上就要下来检查了，这批沙要是进不到，那厂里的产量就不达标了，到时候你这个厂长怎么交代？我也急啊，可是这事儿该怎么办呢？这几天我也发现了，苏英那个性子硬得很，我就怕说了他不听我们的怎么办？你是他爸，他凭什么不听？再说了，这是他留在城里的机会，他为什么不同意？咱厂里那几个老光棍怎么娶到老婆的？那不都是农村的，都是小姑娘，比他们小时好几岁呢。这个还是个当兵的，虽然有些毛病吧，但比那些老光棍强吧。我现在就过去一趟吧，我直接问问他，他那个病也不好治，如果回了村里，估计是治不好。他还要治病呢？想留在城里那肯定得嫁人，否则他连城里户口都没有，没几天就得被赶回去。在80年代，城里户口可值钱的很，各种补助福利只补助城市户口。苏英要想跟陈淑云留在江城，确实需要江城户口。很快苏建设就找到了苏英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直接说吧。爹把亲闺女嫁给残废老兵，却不知残废老兵是位高权重的首长。苏英，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你刚才是又头疼了吧？不想让你妈知道你们没有城市户口，在江城也待不住，你的病又这么严重，你得想办法弄个城市户口，这样才有利于你治病。你应该是江城户口吧？我跟我妈上到你的户上不就行了？反正我们是你妻女，这个应该是允许的。苏建设被噎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那个，我那不行，你们得自己想办法。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你的户口本上现在有别人吗？我跟你妈是包办婚姻，没什么感情，肯定是要离婚的。既然要离婚，那我的婚事你操什么心？你有立场吗？苏建设惊诧地看着苏英，他从没想过他的这个女儿会这么的咄咄逼人。苏英，我是为你好，如果没有城市户口，你不能留在江城，而且你看病需要很大一笔钱，我要不是你爸，我才不会管你呢。就因为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才不忍心看你受苦。那你说说，我怎么才能留在城里？怎么才能有那么一大笔吃药的钱？苏建设虽然被苏英的眼神看得心虚，可还是说道：当然是嫁人，我这有个不错的选择，对方不仅有城市户口，还是当兵的，条件非常好。苏英微微眯起眼睛，这么好会介绍给他？你还是说清楚的好，不然我自己发现的话，我会去找你呢。那个是有些毛病，他身体不好，主要是腰，要长时间躺在床上休息。真想得出来，居然想让她嫁给一个瘫痪的人，这还是亲爹，真是够讽刺的。好啊，我同意。苏建设以为自己听错了，看着苏英有些结巴，不敢相信。你说你同意？是啊，我同意。苏英看着他的眼神越来越凉，最后彻底变为了冷漠。不过彩礼我要1000块，东西嘛，除了3转1响，3身新衣服，另外我妈也要2身新衣服，灯芯绒的确凉，碎花棉布各要20米，我还要1枚金戒指，再帮我妈解决住的问题，还有就是我们娘俩的户口问题。最后我还没想到，等我想到之后再告诉你。苏建设都惊呆了，气得半天才怒道：你以为你什么千金小姐呢？
就算是县委书记嫁闺女，也不敢这么要啊。他不是贪了吗？你们书记能把女儿嫁给一个摊子？苏建设觉得苏英简直疯了，真是敢要，还要金戒指，也不想想她一个乡下丫头值不值这个钱。苏英其实也不过是为了堵苏建设的嘴。陈淑云见他回来，满脸担心，没跟你爸吵架吧？英英，他是你爸，别老跟他对着干。苏英眼神复杂地看着陈淑云，终究没忍住，问道：妈，如果他要跟你离婚，你愿意离开他吗？陈淑云嘴唇抖动了几下，许久都没说话。英英，我们大人的事情你不用管，不管到哪儿，妈肯定都陪着你。你要好好听医生的话治病，我现在只想你好好的。苏英心疼地抱着陈淑云。好，我们都好好的。苏建设回去就跟赵玉梅说了苏英的要求，两人一致觉得苏英就是故意刁难。夫妻俩一合计，虽然知道苏英无理取闹，但还是要去跟男方这边说一下，实在不行就让部队施压呗，反正苏英不嫁也得嫁。叶政委在听到他说的那些要求时，也有些恼怒，差点拍了桌子，但被旁边的另一位主任劝道：你别生气，咱先看看。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金枝玉叶，竟然要这么多，1000块的彩礼，还有那么一大堆的要求。哎呀，你冷静点，你也不想想，顾守现在那个样子，彩礼多些也是应该的吗？叶政委气鼓鼓的，也很无奈，想到这些他就有些惆怅。顾景洪啊，那可是顾景洪啊，部队里的大英雄，曾得到过大首长亲自授奖的英雄啊，现在英雄气短，竟然要这么卑微的才能娶到一个媳妇儿。女孩的照片有吗？我们先给男方看看。赵玉梅暗暗懊恼，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我没拿照片，不过那丫头长得不差的。主任跟政委对视了一眼，都有些无奈。虽然顾影红现在变成了那样，但给他选老婆，他们还是要把关的，不能随便什么人都要。那你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们吧，我们这边需要审查一下。赵玉梅脸色变了，她有些担心他们审查会查到她跟苏建设身上来，所以觉得还是要赶紧回去让苏建设离婚。那个她叫苏英，一直都是农村的，这几天才刚来江城。赵玉梅走后，叶政委跟主任就一起来到了一个独立的院子前。一进屋子，满屋子的清冷，一个男人躺在床上，大睁着眼睛，一直盯着天花板看。虽然瘫痪，但他的眼神依旧很凌厉，身上气势也很强大。面对他，叶政委跟杜主任都堆起笑脸，身上那种官架子也没有了。首长，我们给您找这合适的人了。那姑娘今年刚20岁，长得也还不错。您退掉！你们知道我多大了吗？首长，您虽然30岁了，可您前半生都在战场上，这才耽误了个人问题。咱队伍里别说30岁，就是40岁结婚那都是正常的事，那女孩也是愿意的。您身边应该有个知冷知热的人。杜主任见叶政委怂得不敢开口，他努力地斟酌好了词，才小声说道：首长，那姑娘是农村人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她的具体情况，但已经派人去查了。您真的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您身边必须得有个贴心的人照顾。贴心？你们认为成为我的妻子就能贴心吗？就能不嫌弃？主任和政委两人都默默无言，这个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俩倒是不嫌弃，可他们没有办法总是来给首长洗衣服擦身体。不要祸害人家姑娘了，退了吧，我不需要找媳妇儿，你们都去忙你们的。两人虽然挺怕这位发飙，但这次却说什么也得顶住压力，一定给首长娶个媳妇儿回来。苏英并不知道有人在调查他，他们母女俩在城北租下一间土坯房，每月房租5块钱。第二天他找工作回来，刚走进胡同，就看到有一辆汽车停在外面。本来在屋里局促不安的陈淑云看到苏英，赶紧就往外走。英英，你咋这时候回来了？天价彩礼原以为能吓退相亲的人，没想到对方来真的。妈，我饿了，你去做饭。我们是来商量婚事的，只是之前媒人并没有跟我们说你的身体情况，你现在说一下吧，你似乎身体不好。我妈不知道这件事，我之前说的彩礼那些，没人跟你们说清楚了吗？叶政委脸色黑了几分，说了1000的彩礼，3转1饷，不，衣裳、户口，还有你妈妈住的问题，这些我们都同意，但是因为男方这边身体的原因，结婚可能要一切从简。苏英其实很纠结，今天找工作受挫，让她现在有种走投无路的感觉。这些人的上门却好像又给她开了一扇窗，她纠结自己到底要不要用婚姻来换取这些。反正现在也没有喜欢的人，以后会不会遇到也不一定，但眼下处境太艰难，或许交换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。况且那个男人说不定哪天就熬不过去了，也不是还有机会。斟酌了很久之后，他说道：这些都没有问题，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要求。叶政委和杜主任脸色一变，你还要什么？我想要一份工作，最好是能跟医学相关工作。医学相关，这些职业都对专业要求很高，
没有学过的人根本不能做这些工作，这是会出事的。就算你要嫁给我们固守占有，我们也不能为你失了原则。苏英真的很无奈，她突然换了个身体，现在身体的女孩还没上大学，她就算脑子里有知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施展。二位同志，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医学，也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，也有些医学知识储备，肯定不会出什么事，我跟你们保证。那个，这件事我们要考虑一下，无法马上给你答复。今天呢，先到这儿，我们会很快给你答复。好，你们商量一下，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临走时，他们还是要走了苏英的一张照片，那是苏英考上大学的时候特意去县城照的。你今天到底去哪儿找工作了？怎么中午都没回家？还有，今天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们说你要嫁给他们的战友？就是想进药厂，但人家不要我。这些人，妈，我看病需要钱，他们那个战友年纪大点儿，但领着工资，能解决我们户口问题。我反正现在嫁谁不是嫁，嫁给他能换取这些也没什么吗？什么叫嫁谁不是嫁？你才多大？苏英，你想气死我是不是？妈，我的脑袋不太好，需要一直吃药。我们没钱的话，我以后可能这病会变得严重，所以他才说到这里，陈淑云就已经哭了起来，抓着苏英的胳膊捶了他2下。你这个孩子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怎么不告诉妈呢？你要留在城里也是因为这个病是不是？妈什么都不知道，还以为你也想留在你爸身边，是吗？不好，不知道你的病这么严重，让你被逼无奈之下想到要用嫁人来凑医药费。他一边说一边哭。苏英前世是孤儿，没体会过亲情，所以什么事也都是自己决定。这一刻，他真切感受到了陈淑云对他的爱。他轻轻抱住她，妈，没事的，我没那么严重。我们就算嫁人，也不是只靠人家养我们，我只是需要一份工作，我赚钱养你。母女俩在这狭小的房子里说了一下午的心里话。苏英真正接纳了这个妈妈，陈淑云也觉得自己闺女长大了，她不像以前那样跋扈，不考虑后果了，她会为自己打算，会有自己的规划了。叶政委和杜主任他们一回到家属院，便去了顾颖红家。一进门就看到警卫员蹲在地上，一边收拾地板上的残羹剩饭，一边念叨：您说您都这个样子了，能有人伺候就不错了，为什么还这么大脾气呢？我知道您以前是英雄，可是现在都瘫在床上了，就别拿那一套再来欺负人了。我也是奉命来照顾您的，您说您老冲我发脾气干什么呢？您以为我想来这儿受您的气呢？还不是没人愿意来照顾您吗？就说您这屎尿都不知道的人，照顾您要多大的勇气呢？叶政委是个脾气暴的，听到这些话直接冲过去，一脚踹过去。你给老子说什么？你嫌弃他？他是英雄，你凭什么嫌弃他？警卫员被踹翻在地，这才看到两人，赶紧站起来敬礼。政委主任，李卫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又惹首长生气了？李维民今年23岁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说起来他还委屈呢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中午喂他吃饭的时候突然就发脾气，用头直接撞翻了饭盒。我知道首长脾气大，想哄他喝口水，可是他连水都撞翻了，洒了我一身。杜主任摆手道：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李维民出去之后，杜主任和叶政委两人就都发愁，看着躺在那里依旧盯着天花板的顾颖红，无奈叹气，有啥法子哄呗。杜主任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，弯腰躬声道：首长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发脾气啊？是不是李卫民做的不好？不要再让他来了，你们也不用来了。首长，您这不是说气话吗？将军都下令了，无论如何让我们都照顾好您，他也是会抽空来看您的呀。您这病京城那边最好的医院已经在集合专家组会诊了，肯定会有办法的，您不能放弃啊。顾颖红微微仰头，修长的脖子上青筋凸起，表达着他此刻情绪的不稳定。你们去忙吧，不用总来看我。叶政委从衣兜里掏出苏英的照片，举到顾颖红面前。首长，就是这姑娘，你也看，长得特别好看，年轻，而且会念书，识文断字的。我们去她家也看过了，挺好的。您要不……我说了，退！顾颖红猛地转过头，怒吼出声。不过她的声音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戛然而止，随后慢慢歪头，仔细盯着那照片看。看到顾颖红的样子，叶政委和杜主任悄悄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笑意。看来首长挺喜欢这姑娘。那不管他提什么过分的要求，都得想办法办到。难得首长喜欢吗？首长，那我们就早点定日子。顾颖红回过神来，看着两人许久，最后什么话也没说，算是默认了。这个女孩她见过，在医院，当时吸引人的是那双无所畏惧的眸子，所以顾颖红对她有印象。可能真的是太孤独了，她也很自私，想有个人陪着她吧。两人迫不及待地找到苏英。苏英同志，你的要求我们都答应了，也都准备好了，你明天就可以到市医院报到。今天来是跟你商量具体婚礼的。陈淑云站在苏英身后，也有些不知所措。
这是真要结婚呀？陈淑云同志，这婚礼的事我们得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啊。苏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什么？你说直接去民政局领证就行了，不办婚礼？你们别误会，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搞那些形式。我的衣服里包括了一套红嫁衣，到时候你们过来接我就行。苏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日子的，反正他跟陈淑云刚搬出这个院子，住进给他们准备的筒子楼的第2天，来接他领证的汽车就到了。他稍稍收拾了一下，从陈淑云手中接过户口本，笑着安慰道：妈，没事儿，不就登个记吗？您别一副我要上战场的表情，我登记完就回来了。昨天你缝的那床红喜被还没缝好吧？今天缝好吧，可能我很快就能用得上了。苏英坐着汽车到了民政局门口，走进去，只见杜主任手边推着一张轮椅，轮椅上的男人穿着笔挺的军装，戴着军帽，身体微微歪着，但他似乎在极力想让自己坐直。苏英同志，这位是顾首长顾景洪。苏英低头看过去时，顾影红正好抬头，他虽然身子歪着，可是那双眸子里却充满着正气，依旧凛然清冷。苏英又是一惊，你怎么是你？不是您，怎么是您？他的反应似乎取悦了顾影红，他冷肃的脸上难得溢出一丝笑容。你倒记性不差。那天就是路过。顾影红似乎并不打算追究他到底是路过还是偷窥，而是严肃道：苏英同志，我的情况他们应该都跟你说过了，我现在没有自理能力，所以还是要明确问你一下，你真的愿意跟我结婚吗？我不希望这是你的一时冲动，因为后果你可能承受不起。军婚你无法提出离婚诉求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哪天你想离开我，只有我愿意放你走，你才能离开，你还愿意吗？新婚妻子居然不顾丈夫的阻拦，把丈夫的裤子脱了。杜主任听着顾影红这些话都要急死了，他紧张地看着苏英，心里祈祷她可别反悔。我同意，我也不是拖泥带水的人。你确定不后悔？苏英摇头，不后悔，没必要后悔。这顾景红的伤似乎很严重，他到底能撑多少年还不知道呢。虽然军婚不能提离婚，但丧偶之后总不能不让再嫁吧。领完证，他们回到了顾影红家。一进去，屋子里竟然就有一股子霉味。苏英不禁蹙了下鼻子，跟着李卫民进了一间卧室，看到他直接就给顾影红盖被子，赶紧走了过去。你不给他脱衣服吗？这是夏天。一摸被子，也是厚的，是冬天盖的那种被子。他终于明白顾影红身上的褥疮怎么来的了。大夏天的穿着衣服，盖着厚被子，就是一个正常人都得捂屈，何况他下半身瘫痪，大小便失禁，不长褥疮才怪。他用力把被子掀开，看着顾影红，发现他竟然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怔怔地看着他。看什么看？这你都不会说吗？喊完苏英就后悔了，刚才一急忘记人家是首长了。那个，我是说，你不能太好说话了。他看向李维民，问道：9月的天，你在你家也盖这么厚的被子吗？穿着衣服睡觉吗？李维民打量了苏英一眼，好像一点不觉得自己做错，特别理直气壮。首长身体不好，他怎么能跟正常人一样怕受凉？你还没过门呢，摆什么首长夫人的架子？还有，我只是首长的警卫员，你这个夫人也没资格对我大呼小叫。为了讽刺苏英，他还特意把夫人2个字咬得特别重，最后还小声加了一句：不就是个香榭丫头吗？也就是城里姑娘都不愿意，才轮得到你，真当自己是拌蒜了。苏英被气得脸色涨红，他一直对他们的职业有滤镜，没想到竟然也有这样让人厌恶的人。你还知道自己是首长的警卫员，可你就是这么照顾人的。首长就算身体可以，被你这么长期照顾下去，估计都得变得严重。做错事不思悔改，还敢这么说话？我不管什么政委，他现在是我的丈夫，你敢害我丈夫，我就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李维民紧握着拳头，朝苏英走了2步。你想怎么管我？滚出去！顾影红虽然躺在那里，可是被他那双如虎豹一般的眸子盯着，李卫民还是没敢轻举妄动，狠狠瞪了苏英一眼，转身走了出去。顾影红看着面前苏英身体紧绷的样子，唇角微微扯出一个弧度。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？我比李维民可怕。你明明是首长，为什么会被一个警卫员这么欺负？因为我贪了呀。如果是以前，这些小崽子敢在我面前嘚瑟，我早一脚踹过去了。可今世不同往日，现在别说踹人了，我连腿都抬不起来。苏英回头看着他，他面无表情。刚才那些话好像不能勾起他任何的情绪，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儿。苏英在床边蹲下来，伸手去摸他的腿。你在干什么？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瘫痪。你会医术吗？以前在村里跟赤脚大夫学过点儿，也看过一些医书，我知道可能也摸不出什么，不过摸摸对你也没什么坏处吗？顾影红嘴唇微抿了一下，眼眸微垂，看着苏英的动作，见苏英的手快摸到大腿根了，急着说道：不用了，京城医生看过，说不是腿的毛病，也不是腿根的毛病。苏英愣了一下，
他现在完全是把顾影红当病人，所以摸哪儿也没多想。可顾影红不一样，苏英是他刚领证的妻子，他这种行为让他很难不多想。这是脊髓神经的问题。首长，京城医生给您确诊的是什么伤？你不用叫我首长，那我叫你什么？顾影红没有回答他，淡淡的回答他的上一个问题。脊髓神经断裂。苏英心一沉，果然，竟然比想象的还要严重。如果只是损伤，还能慢慢温养，可是断裂是不可修复的。他才30岁，明明现在身居高位，该是大展宏图的时候，可却被折断了雄鹰之翅，何其残忍！今天小李被赶走了，没人做饭，就不留你吃饭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苏英被他突然的感人弄得有些不明所以，但顾影红脑袋一转，闭上了眼睛。苏英深吸口气，不跟他一般见识，把他当上司对待，上司哪有不甩脸子的？现在是夏天，我帮你把衣服脱了吧。午饭的话，你们这儿没有单位食堂吗？你有饭卡吗？我去帮你把饭打回来。苏英笑笑，要伸手去脱他裤子，顾影红却阻止道：不用了，裤子不用，你先回去吧。苏英不管他，反正只要不看他那张脸，他就不害怕。不能不脱，会捂出痱子的。现在虽然是秋天了，可天还热得很，尤其你这屋里也不开窗户通风，不能一直穿着。不行，不用，你回去。你不用害羞吗？把我当医生就行，你看病还能不让医生看了？说着话，裤子脱到一半，一股难闻的尿骚味就扑鼻而来。顾影红哽住的脖子瞬间一松，跌进枕头里，她难堪的闭上眼睛，呼吸不稳。你出去吧，不要进来。苏英只是停顿了几秒钟，便继续给他脱裤子。一会儿洗了晚上就干了，不能湿穿着，这样身上肯定会长疹子，长褥疮。顾影红猛地睁开眼睛，盯着苏英，并没有从他眼中看到厌恶嫌弃。我是医生，以前啊，我那些病人……苏英后知后觉，发现自己说错话了，赶紧往回圆。我们村里那也是有这种病人的，我那时候跟着我师傅给人治病，给病人抠屎的情况都有，所以你这个都算好的了。尽管有苏英的宽慰，但顾影红还是全身紧绷。平时李为民那么粗鲁的给她脱裤子、换衣服，她都没什么感觉。可苏英是个女同志，去把李为民叫回来吧。苏英当作没听见，只是手上动作快了很多，把湿裤子脱下来直接扔在了地上，然后又脱掉秋裤，只剩一条平角裤的时候，她抬头看了下顾影红，却发现她满头大汗，梗着脖子扭头看着一边，像是害怕打针时候的小孩子。老顾，这婚礼虽然说从简，但……门外忽然响起叶政伟的大嗓门，不过一推开门，他就愣在了门口。顾影红却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似的，朝着叶政伟喊道：叶冠军，让他出去，快把他带出去。叶政伟眨了眨眼，还是没明白这是个什么情况，目光落在顾影红那光溜溜的下半身时，他又是嘴角抽搐。苏英同志，我来吧，你要不先去客厅沙发上坐会儿，看会儿电视也行，我给首长换衣服。那行，现在也中午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婚礼的事儿从简就行，我觉得最好不办了吧。你们晚上房子里贴个喜字，我过来就行。他现在是完全放心了，顾影红瘫痪成这样，根本不可能跟他发生什么。她嫁过来就是照顾病人的，所以她现在心态放得很好。不过这口气还没喘匀，走到门口的苏英忽然又回头。对了，他还没吃午饭，那个警卫员根本不好好照顾他。你们看看是不是给调调？他这身体可经不起大夏天穿着厚衣服，捂着厚被子，折腾一段时间估计得……苏英没说下去，反正叶政伟听明白就行了。李为民要换掉吗？给京城打个电话吧，把杜峰给我调过来。首长，这杜峰就是特种部队那个极限单兵吧？他能调来咱这儿吗？新婚夫妻新婚夜居然分床睡，那李为民呢？要换掉吗？叶冠军说到这里，看顾影红的眼神也有几分幽怨。其实这李为民都已经是换过的第5个警卫员了，他其实都不知道该换谁了。给京城打个电话吧，把杜峰给我调过来。首长，这杜峰就是特种部队那个极限单兵吧？他能调来咱这儿吗？你先打电话吧，如果他太忙就算了，让京城那边从我原来的部队里给我挑个人过来就行了。叶冠军叹气，也很羞愧，首长来到他们江城养病，竟找不出一个尽心尽力照顾他的人。苏英回到筒子楼的时候，陈淑云问起领证的事。婚事他们准备怎么办？那天来商量说听你的意见，妈想着咱要不回村里办，把他带去上阳村，咱家亲戚都在村里，在这儿办也没啥人。妈，我觉得还是先不办了，我现在这个身体也经不起折腾，他也身体不好，等我们都好些了再办吧。想到苏英总是头疼，他也只能点点头。下午苏英和陈淑云一起腌了一大盆的咸菜，
等都收拾完，天都已经擦黑了，母女俩刚准备做饭，军属大院就来人了，说今晚苏英就要过去跟顾影红一起生活。陈淑云听到就这么要把人接走，当即就哭起来了，用力抱着苏英不撒手。咋能就这么嫁了呢？英英，我家英英咋能就这么去人家家去？苏英被他哭得也心里难受，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慰：妈，我离你也不远，我隔几天就回来看你，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去找我。婚礼这种事我不在意，是我跟人家说不办的，您不用为我委屈，我不委屈。陈淑云是传统的妇女，有着这个年代固有的思想，在她看来连个婚礼都不办，就是人家男方家里看不起女方，觉得她不值得。妈，我先走了，人家还在外面等着呢，我3天后再回来看你。陈淑云给她做的那2床喜被也被搬了过来。苏英抱着被子进来时，顾影红正伸着脖子看着门口，看到她进来，立刻躺在了枕头上，神情也淡淡的，问了一句：来了。苏英情绪低落，也只了一声，然后抱着被子问道：我睡哪个房间？叶冠军听到苏英问，直接指向一边的一张单人床。你当然睡这个房间了，那儿床今天下午都给你搬过来了，当然这张大床也能睡得下，这个你们2口子商量就行。说完还嘿嘿对顾影红笑了笑，引来顾影红一个冷眼。那个，你们早点洗洗睡吧，今晚也是新婚夜，苏英同志辛苦你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你要是有啥事儿或者需要什么，都可以来找我。你不用听他们的，带着你的被子去挑个房间吧。好，首长大人，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人。抱着被子就往外跑，好像被撵急了的兔子。苏英挑了一间离顾影红最近的房间，把一些洗漱用品放好后，她又去了顾影红的房间。首长，你吃过晚饭了吗？吃了，刚刚叶冠军去食堂打的。哟，那就行。苏英默默走到一边的凳子上，拿起削了一半的苹果，鼻子核动了几下。顾影红看着他，问道：你没吃晚饭？你们来接的太早了。顾影红没想到苏英会这么实诚，不由一笑。柜子里有我的饭卡，你拿着去打一份饭回来吃。娘，我就用一下，明天我去医院报到之后，回来顺便买菜，我们就可以自己做饭吃了。至于这顿……苏英，顾影红忽然沉下来的声音让苏英下意识的抿唇后退，心里突突的跳。你干啥？生病要保持稳定的情绪，生气对养病不好的。我没生气，苏英同志，我们已经领证了，虽然不能做真正的夫妻，但养你也在我的责任之内，而且你来到我身边，要付出很大的辛苦照顾我这个摊子，不用这么生分，这个家里的东西都有你一份。苏英睁大眼睛，有他一份，他脑子里立刻开始想象。这间扛匠新的首长不知道工资多少，这房子也分给他了吧？房子里电视剧、收音机、电冰箱、洗衣机全都有，还有外面那套红木沙发，还有……苏英用力摇头，让自己住脑。那都是人家的东西，不能肖想，不能贪婪。我现在有了工作，最起码有了生活保障。顾影红叮嘱他，记得拿手电筒，外面已经天黑了。不过苏英刚打开门，却见门口站着一个穿着碎花衫的女人。女人看到她立刻笑起来。哎呀，这顾首长的新媳妇儿长得可真好看啊！今儿新婚，要吃好的，我包了饺子给你们带过来了。她话音才刚落，又有一个女人走了过来。吴家嫂子也在呀，我做了红烧肉，给顾首长家的新媳妇儿拿来点儿，还炒了2素菜，煮了些鸡蛋，新婚夜要吃饱了。面对2个女人的热情，苏英有点无力招架，赶紧让开门，请人家进来。谢谢啊，太多了，你们自己留着吃吧。2人把东西放下，朝着里屋喊道：首长，我们来看看新媳妇儿，顺便看看你这儿还有啥要帮忙的，有要洗的衣服吗？我拿回去顺便给你洗了。顾影红平时冷着脸，但面对这些怀着善意的妇女时，却很尊重。没什么可忙的了，多谢2位嫂子。苏英也赶紧跟着她叫嫂子。2个女人拉着她坐下，其中那位吴家嫂子小声对她说道：咱女人过日子就是这么回事，别觉得委屈。首长的身体不允许大操大办，他经不起折腾。我们知道你嫁过来其实挺难的，你岁数还这么小，所以以后家里要是有啥事儿，尽管找我们。另一位嫂子也点头：是，尽管说话就行，不能大操大办婚礼。其实还有个原因，是怕惊动京城那边的人。顾首长是自己留在江城的，他本是京城人，父母亲戚都在京城，他应该是有这一层考虑的。苏英有些不解，既然他家在京城，为什么要住在江城？他住到家里不是有家人能照顾他吗？2人都摇头。我们也不知道，顾首长为人比较冷淡，我们平时也很少能跟他说上几句话，来也就是帮着收拾一下，洗洗衣服，不知道他家里的事。苏英不由朝里屋看了一眼，心里很疑惑，
这江城对顾景洪来说有什么特殊的吗？难道是他结婚不想让家里人知道？两个女人又跟苏英聊了几句，便走了。苏英本来说把碗和盆给人家腾出来，但两人都摆手笑道：“不着急，我们明天再来拿。你先吃饭，趁还热着，喂首长吃点儿。”苏英把他们送出院子，目送他们离开，才又返回。有饺子，还有很香的红烧肉。首长，你要再吃点吗？你闻闻，真的特别香。顾影红扭开头看着苏英：“我吃过了，你吃吧。”苏英觉得自己是沾了人家的光才能吃到红烧肉，那就不能自己吃独食。她还是夹起一块红烧肉放到顾影红嘴边：“你尝尝，做的特别香。”顾影红眼睛在那块红烧肉上扫过，随后看着苏英，似乎终于感觉到了苏英的不自在，便张嘴吃了。怎么样，好吃吧？来，再吃一块。苏英还要喂他，顾影红却躲开了。我不吃了，你吃吧，不早了，吃完赶紧洗漱一下休息吧。吃完饭，苏英洗漱完，接了水，端到了顾影红房间。顾首长似乎和天花板有深厚的感情。苏英进来时，发现他又睁着眼睛在盯着天花板看。你怎么不去睡？进来做什么？我给你也擦擦，身上清爽些，好睡觉。不用，你不用管我，你去睡觉吧。医院报道的第一天，居然被人故意针对。首长，你不用觉得尴尬，我们都领证了，也是夫妻，而且以后给你擦身这个活儿，应该就是需要我做，所以你不用这么排斥我。不用你，过几天会有人来，这几天让老叶他们来，你去睡觉。叶政委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，而且总不能三更半夜的去找人家吧？你要是实在觉得不自在，那这样，我先给你把上身擦擦，你看行吗？见顾影红没说话，苏英就当他默认了。这一夜苏英真的累够呛，等躺到床上的时候都已经快1点钟了。第二天苏英到医院报道，叶政委给他安排的就是他之前去看过病的江城市医院收银。你好，我是来报道的。女人没搭理苏英，苏英举着介绍信站在那儿，神情有些尴尬。这样的下马威让苏英心中也积蓄着情绪，但初来乍到，她也只能忍着，又走到女人面前。您好，我是来报道的，是在您这儿办入职手续吧？女人慢悠悠地把桌子擦干净了，拿着抹布看向苏英。怎么这么脏？我帮您洗一下。女人直接把抹布丢给她，自己坐了下来。苏英握着抹布，不过当把手浸在水里的时候，她就忍不住一颤，这水怎么像是刚打上来的井水一样，冰凉刺骨。苏英本来身体就不好，被这冷水一激，立刻感觉脑袋尖锐的刺疼了一下。苏英立刻把手拿出来，拿了暖壶，朝里面倒了些热水。你在干什么？那是我要喝的水，谁让你洗抹布了？苏英把抹布拧干放回窗台上，然后看着女人。水太凉会刺激神经，对我的手造成伤害，而且这热水，您要是需要，我一会儿去水房再帮您打就是。不过现在是不是看看我的推荐信？苏英的不卑不亢反而让杨天骄有些虚，他拿起那介绍信看了看，又是轻蔑一笑。没什么特别的吗？一个小国营厂科长推荐的，看来也不是有门路的人，不知道赵主任为什么会关注他。你叫苏英？是。没考上大学？考上了，但被人顶替了。杨天骄抬眼看了他一下，见他脸色平静，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儿，顿时觉得他肯定脑子有问题，上大学的机会被人抢走了，他怎么会不愤怒，还这么平静？我们医院的医生必须是专业对口的，你根本就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，所以你就去后勤部吧。苏英皱眉，后勤部说白了其实就是打杂的，当然会有采购这样的工作，但那是肥差，现在肯定被人霸占着，哪轮得到他？何况他来医院上班是想重新拿手术刀的，哪怕一开始当个护士或者护工都可以，最起码能接触病人，可是现在却让他去后勤部。我来医院主要是想对学医感兴趣，请问能帮我安排个其他的工作吗？有啊，医院停尸房那边缺个抬尸体的，你去那儿也可以。苏英绷起脸，抬尸体他其实并不介意，但是也没什么发展，想了想还是选了后勤部。苏英出去之后，杨天骄就赶紧去了楼上。赵主任，我把他放到后勤部了，我已经跟那边打好招呼了，让他去扫厕所。赵主任很满意，夸奖道：天骄你做得不错，好好干，你很有能力，以后调出人事是有机会的。杨天骄惊喜万分，对着赵主任笑得见牙不见眼。谢谢主任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苏英也没想到他还能更憋屈，给他安排的工作竟然是5层楼的厕所。为了保住这份工作，他还是咬牙做了。苏小涵在听说苏英被安排到了医院工作，早上上学前就踌躇着不想去，一直到苏建设上班走了，他才拉着赵玉梅急道：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苏英去医院工作了？刚才爸那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他帮忙安排的吗？他果然还是最爱他的女儿。我也没想到啊，他竟然能去医院工作。不过你爸可没那个本事，我想8成是那个残废老兵那边求人了。
不然就凭她一个乡下丫头，怎么能去医院工作呢？妈，不行，不能让她做医生，不能让她工作。她不是都嫁给那个残废了吗？那不在家照顾她的残废老公上什么班啊？赵玉梅奇怪地看着苏小涵，她怎么觉得小涵好像很紧张、很害怕的样子？小涵，你这么急做什么？他就算去工作了，也碍不着我们什么事儿。你爸已经决定要跟他妈离婚了，到时候咱跟他们就没什么关系了，管他干什么呢？不行，那怎么能行？苏小涵猛然吼起来，把赵玉梅都给吼懵了。咋了？你是什么不行？苏小涵用力抱着赵玉梅的胳膊，急切道：妈，不能让她工作，尤其不能让她当医生，否则将来肯定会对我们造成威胁的。她一个乡下来的，就应该带着那个残疾老兵回乡下去。赵玉梅听到他说会威胁到他们，也有些郑重了。只是凭他跟苏建设可没那本事让老兵跟着回乡下去，看来只能找找关系了。行，妈知道了，我想想办法吧。你赶紧去上学。中午苏英一回家，他就进浴室洗澡，洗完澡出来，感觉整个人都清爽了，立马端了水到顾影红卧室，帮他脱掉了尿湿的裤子。看到被苏英脱下来的裤子湿漉漉的，他更是难堪，哑着嗓子道：你再坚持2天应该就可以了。苏英一边给他清理，一边苦笑道：没事儿，反正我好像就跟这些活儿杠上了，多一件少一件的没什么区别。今天工作还顺利吗？我工作不累，每天应该都能准时下班回来给你做饭。对了，你的那些病历单还在吗？一会儿我看看。看他做什么？首长，如果我说我也是很厉害的医生，你信不信？所以你才想去医院工作？对啊，只有这个是我熟悉的领域，我现在需要赚钱，也想好起来。上午被凉水刺激那一会儿，苏英还以为自己的病要发作了，好在还好，没有在上班的时候发作。都在客厅的那个小柜子里，你自己去找吧。苏英在柜子里找到顾影红的病历，好家伙，整整一大摞，就连最近的褥疮也写到了病历上。不过在前面的一本病历上有几个苍劲有力的字：倾全国最好的专家医生会诊。虽然只有短短一句话，却极有气势。深吸了一口气，他从顾影红最初的病历开始看起，看到伤情原因上写着2颗子弹穿过脊柱，造成脊髓神经断裂。子弹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会造成这样不可逆的伤，严重到全身瘫痪？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又到上班时间了。苏英刚去上班，叶冠军就端着茶缸过来了。老顾，你这新婚怎么样？过得滋润吧？对上顾影红清冷的眸子，他嘴唇一抖，直接改口：顾首长，我今儿工作都忙完了，来给您洗洗里头衣服，我还给你带来了饺子，猪肉白菜馅儿的，贼香。他揭开盖子，把茶缸子放到顾影红鼻子下，让他闻了闻。咋样，香吧？不用洗了，苏英都洗过了。叶冠军一愣，看着顾影红：你新娶的那个小媳妇儿给你洗衣服了，那里头穿的也洗了。叶冠军感觉自己出现幻觉了，他怎么觉得顾首长的眼神很骄傲，很嘚瑟呢？那这姑娘没选错啊，所以就说嘛，这天嫁的彩礼没白花。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，拿到顾影红面前给他看。首长，您看啊，这是给你那小媳妇儿家的彩礼，还有买的那些东西，手表和自行车呢，他带到这儿来了，收音机还有缝纫机都在他妈那儿，最后这一项的每月5块钱呢，给他妈租房子的钱。顾影红眼眸只是快速一扫，便轻轻点头，可以。叶冠军又把一个存折压到他枕头底下，你这存折里还有700多块钱，都在里头，你收好，要不我帮你放个地方，别啥都给那新媳妇儿看着了，毕竟她才来1天，这以后过日子看看，你说呢？不用，就放这儿吧。叶冠军无语了，他觉得首长现在智商在急速下降，怎么连点防人之心都没有了？顾影红不在意那个存折，而是问道：你给苏英安排的工作在哪儿？具体是做什么的？在医院扫厕所被人恶意挑刺，我一怒之下用洗了厕所的拖把给他洗脸。首长，苏英回来说对安排的工作不满意吗？顾影红想起苏英说跟这活杠上了时的神态，脸色稍稍沉凝，看着叶冠军：你们安排的是什么工作？叶冠军感觉他情绪好像有点不对，以为是苏英跟顾影红告状，不喜欢去收钱算账，便赶紧解释道：首长，虽说医院那边也挺给我们面子的，但那工作他没基础的人干不了啊，所以我跟老杜就想着让他去挂号那儿收钱，他不喜欢吗？顾影红蹙眉，挂号收钱跟苏英透露出的信息不符啊。你再去医院问问，是不是他的工作有变动？叶冠军看着顾首长：再变动能变成啥？无非就是从收钱的变成小护士，医学相关的工作也就这些。好，我去问问。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开始抱怨：你说我好歹也是个营级政委吧，现在天天都成老妈子了。杜主任把手中的文件放下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：你发什么牢骚？当初顾首长要来江城的时候，是谁高兴的一蹦3尺高，还亲自跑去火车站接人，现在你觉得你是老妈子了？哎，我也不是发牢骚，我就是气自己面对顾首长那个怂。他今天问我他那小媳妇儿的工作，
说让我再去查查，我愣是连个为什么都没敢问。我说叶政委，这不是很正常的吗？顾景洪在京都的时候，就是军长遇上他都不敢多跟他说话，何况你，咱俩已经很好了，遇上了现在落魄的顾首长，他脾气好了很多，最起码不踹人了，对吧？叶冠军无语的看了他一眼，顾影红倒是想踹，他现在踹得了吗？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再打电话问问吧。估计那小媳妇儿回家告状了，她说不定就想当医生，可愁死我了。这没学过医的人去当医生，那不是害人命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也不能帮他这么干。说着话，他已经站起来，拿起电话打给了市委办公室的一位主任。那位主任也很茫然，他是交给下面的人去办的，没想到没给办好。苏英下午把楼下的厕所都打扫完，刚要把扫帚、拖把这些都收起来，就见杨天骄穿着白大褂，踩着高跟鞋哒哒的朝他走过来。你打扫完了？苏英并不想跟他多说什么，他感觉这个女人除了喜欢装逼，还有点针对他，所以不想搭理他。可杨天骄却并不打算让他走。站住！怎么了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你是怎么打扫卫生的？不知道墙上都要擦干净吗？这里是医院，不擦干净很容易滋生细菌，影响了病人，你担待得起吗？见苏英不说话，他又嘲讽道：连个卫生都做不好，真不知道你还能干点什么。见苏英提着扫帚站在那儿不动，他立刻拔高声音呵斥道：跟你说话没听到吗？赶紧过来把里面的墙都擦干净，你以为只打扫坑位就行了？说着还去坑位上看了看，发现周边有一个尿点，又指着说道：把这里也给我擦干净。苏英死死捏着手里的扫把，转身就走，根本就没搭理他。你给我站住！没听到我跟你说的话吗？不打扫干净就想走，你还想不想要这份工作了？苏英脚步猛地一顿，回头看向追上来的杨天骄，直接把手中的扫帚、拖把朝他砸了过去。你是谁呀？厕所是你家吗？你既然这么在意这个厕所，那你自己去打扫吧，我的工具可以借你。惯的你，谁给你的错觉觉得我会一直忍气吞声？他手里还剩一个拖地桶，径直走到杨天骄身边，把桶对着他就砸了过去。还有这个也借你。他那破锣嗓子叫唤起来，声音极大。正在外面排队看病的不少人都朝这边看了过来，有些医生也赶紧跑了出来，看到杨天骄像是落汤鸡似的站在那里。现在的天，他里面也就穿了一件白色衬衫，外面套着白大褂，此时全都湿透了，身体曲线若隐若现。苏英站在一边挑了挑眉，这女人居然连内衣都不穿，还真是对自己自信呢。天哪，她里面都露出来了，这是谁呀？还不赶紧走，丢死人了！有病人窃窃私语，还有胆子大的男的直接对着他吹口哨。这身材还是不错的吗？护士长反应过来，匆忙脱下自己的白大褂给他披上。杨医生，这怎么回事？快穿上！苏英，你敢泼我？苏英也知道自己今天这工作可能保不住了，那他也就不忍着了。杨天骄冲过来就要撕扯他，苏英快速捡起地上的拖把，对着他的脸就来了一下。抓起来，把他抓起来，他要害我，贱人！我要害你！自从我来这儿上班，到底是谁在害谁？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医生，你们以前厕所里面那些水泥墙面都要擦干净的吗？厕所连个尿点子都不能有吗？我难道要蹲在厕所里看着谁上完厕所了赶紧进去擦尿点子？护士长和刚过来的几位医生对视了一眼，几人不由都看向了杨天骄。此时见护士长他们看他，他赶紧抬起头解释道：我只是让他打扫干净点儿，毕竟是新来的，我不是怕他不会吗？谁知道他脾气这么大，居然直接砸我。杨天骄，你刚才是这么说的吗？要不我们给大家还原一遍，让大家评评理。行了！一声怒吼打断了苏英。赵主任踩着高跟鞋走到了苏英面前，他打量了苏英几眼，沉声道：既然接受了这份工作，那就好好干。是以为医院是什么地方？是你好勇斗狠的地方吗？还是乡下的田间地头啊？说动手就动手，怎么显得你厉害，还是显得你没素质、没教养？杨天骄听到这些话，心里觉得很爽，爬起来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拽着赵主任告状。主任，这种没有一点教养的人根本就不配在我们医院工作，连打扫厕所他都不配，我看直接开除了吧。护士长还有其他几名医生看了苏英一眼，都很无奈。这女孩好像今天才来，可是却得罪了杨天骄，谁不知道她是赵主任的人，估计真的要丢工作了。赵主任皱皱鼻子，把杨天骄推开了一些，尤其看到他脸上的水迹，很是嫌弃。他看着苏英说道：你明天不用来了，一会儿去办离职手续。理由呢？你让我离职我就要离职嘛，我是正经手续进来的，而且我还不知道您到底是哪位主任，有这个权利吗？赵冬梅脸色一冷，还没开口，杨天骄已经替他身先士卒了。这是妇产科的赵主任，你一个打杂的，你说主任有没有权利让你滚？苏英挑眉，原来是个科室主任，
刚才我就发现这两人之间有猫腻，尤其杨天骄见到他之后那慕名强起来的底气，但我根本不认识这个赵主任，他为什么要针对我？不过他的架子与他的职位倒是不太相符。哟，原来是赵主任，既然你要开除我，那就请院方出书面文件，还有走正常程序。现在你们还有事儿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可要下班了，我家还有人等我回家呢。苏英说完便要走，杨天骄气急败坏，抓着赵主任吼道：太嚣张了，他这是完全没把主任放在眼里，不能就这么放过他。赵主任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微微眯起了眼睛。这个苏英好像不像个普通的乡下丫头，嚣张不吃亏，而且好像知道的还挺多，完全不像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。此时一名护士急匆匆地跑过来：赵主任，来了一名产妇在家里生孩子大出血的。妇产科主任居然因为功名利禄不顾产妇安危，走正常程序不过也就是费点时间而已，你可以在这儿多打扫几天卫生。苏英没搭理他，他看着地上那一路的血，再不输血真的就要没命了。他快步追上赵主任，让护士现在去验他的血型，先输血再手术止血。我才是医生，你只是负责打扫厕所的。这会儿也顾不得跟他吵架，他抓住一个女护士，急声道：刚才进去那个女人，赶紧给她验血型，先准备血。以她现在的出血量来看，再不输血会死的。这个我可做不了主，主任亲自给他主刀，我们要听主任的指挥。苏英只能快步跑过去找刚才那位护士长，先给他验的血型，按照他刚才的脸色和症状来说，除了大出血，可能有胎盘剥离不全的情况，要先检查胎盘，查看周边血管，做这些需要产妇还有时间，必须要给他先输血。咦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先验血型，血型。你不是打扫卫生的吗？治疗的是有赵主任在，你不用管这个的。我也不想管，但我的职业素养让我无法眼睁睁看着病人被耽误了治疗。反正我也跟你们说了，要不要听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最后，我还是想跟护士长说一句，既然从事医疗工作，说明大家都有救死扶伤的精神，那是一条生命，多做些准备，认真些，可能能挽救他的命。护士长回头看着苏英的背影，很纤细，高高的，提着个拖把，有些违和。他沉吟了一会儿，招手叫来一个护士，查下里面产妇的血型，让血库准备着。他进去之后，见赵主任已经开始要给手术了，他赶紧走过去，低声道：主任，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再检查一下她的子宫，万一还有胎盘残留，这样手术会有危险。赵主任扭头看着他，护士长赶紧解释道：家属还在外面，而且都知道这是您亲自主刀，我们还是再检查一下，如果能挽救这个产妇的命，他们一家肯定会非常感激您。我已经检查过了，你是在质疑我？主任，人命关天，再查一次吧。今天这名产妇被送来时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，如果您能救活她，那您的医术一定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。赵主任神情微顿，他不在乎谁的命，但他在乎成绩，有成绩他就能往上爬，他的野心可不仅仅是做一个科室主任。好吧，那再检查一遍。苏英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，一个人坐在客厅，有些惆怅。为什么所有倒霉事儿都让我遇上了？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工作，可是今天实在没忍住，那些人太过分，以前入职场的时候也没遇到过这么明目张胆的针对，所以今天才没控制住自己。他目光忍不住看向顾影红的房间，他身份应该很高，如果找他帮忙。苏英很快又摇摇头，还是算了，他就算还有身份，估计也没什么实际的作用了，连个警卫员都不把他放在眼里，别人又哪里会尊重他？回来了。顾影红低沉的声音从屋中传出来，回来了。很累吗？第一天有点不适应，慢慢适应就好了。晚上别做饭了，拿饭卡去食堂打回来吃吧。晚上有粥，也有你喜欢吃的肉。我喜欢的肉？难道你不喜欢吃肉？苏英眼睛眨了眨，谁让这个年代的人肚子里都没油水呢？谁见到肉都馋呀？想吃什么打什么，不用给我省钱。还有枕头底下有个存折，你也收起来，以后需要用钱直接去取。存折给我保管。我们都领证了，不想管钱，还是不把自己当我媳妇儿。苏英有点无言以对，甚至有点心虚，她还真没把自己当她媳妇儿。里面也没多少钱了，不过以后每个月的工资会打进来，家里需要添置什么，你就从这里面取。好，那我就收着了。苏英第一次来食堂就碰到了李维民。你现在知道照顾他多麻烦了吧？我倒要看看你能尽心到什么程度，你又能坚持多长时间。麻烦，他对我来说可不是麻烦。还有，我还是想给你一个忠告，做人别太势利，说不定哪天你得罪过的人就爬起来了，到时候你可能会栽大跟头哦。说完，苏英转身就走，留下李维民不服的喃喃自语道：栽跟头也不看看他还能不能站起来。
苏英打饭回来，喂顾影红吃完饭，准备出去吃饭。顾影红忽然问道：“你的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？”我在医院后勤部打杂。叶冠军给你安排的工作是去后勤部打杂？应该是医院那边的安排吧。没事，我坚持不下去的话，我就不干了。之前我急需一份工作，是因为怕我跟妈妈在江城活不下去，但现在我不是有你养着了吗？而且我妈手里也有些钱了，我可以慢慢找工作，或者自己想法子挣钱，怎么着也不至于回到之前的窘境。我的事你不用操心了。我想跟你说说你的病，你的病历我看过了，你是因为子弹穿透脊柱，造成了脊髓神经断裂。理论上来说，目前的医学水平确实无法治疗，但也并不是不能试，只是可能有风险。具体方案我还没有，等我再想想，查阅一些医书看看。顾影红认真听他说着，忽然觉得他好像真的很专业。你从哪里了解到的这些？我就是从一些医书上看到过，也听我师父说过一点儿。你师父那个赤脚医生？苏英只能硬着头皮点头。要是说赤脚医生知道这个病，着实有点扯。我师父是游历到我们村的，我就是太幸运了。他说完匆忙站起来就走。第二天到医院没接到让他办离职手续的通知，苏英就继续拿扫把拖把干活。刚拖完4层下来，就听到有2个护士议论：“赵主任真厉害啊！你们是没看到那家属哭得多厉害，给主任买了好多东西呢，感谢他救了那个产妇，听说还给主任做了一面锦旗呢。”苏英停下脚步，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。产妇是昨天那个吗？可算是活下来了。不过凭那个赵主任的医德，还真是便宜他了。此时在5楼的会议室，医院的研讨会正接近尾声，要散会的时候，赵主任站了起来：“院长，我还有一件事想说一下。”黎刚院长看向他：“赵主任，你昨天把一名产妇从鬼门关拉回来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家属今天还给你送来一面锦旗吧，做得不错。我们做医生的就是要有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嘛，大家都要向赵主任学习啊。”主任医师们都跟着鼓起掌来。赵主任很享受这种被人瞩目的感觉，尤其这次的事给他带来了很好的名誉，为他以后竞争副院长又增添几分助力。谢谢院长，不过您也说了，救死扶伤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您不必特意表扬我。见众人都笑了，他又立刻严肃起来：“诸位，我要说的事情是关于我们医院新来的一名保洁员，他刚刚入职我们医院2天，昨天就把杨天骄给打了，导致杨天骄今天都没来上班，估计现在还在家里吐呢。所以我建议这种人还是开除了吧。”在座的有人疑惑，有人则低声跟旁边的人说起昨天的事。杨天骄不是管人事吗？怎么连厕所也管了？有直肠子医生直接说道。大家的目光不由又都看向了赵主任。这件事是后勤部的事，让他们调查就行了。如果他真的不适合留在我们医院，那就请他离开。说完便站起来准备散会，不过临走时又回头问了赵主任一句：“你说的那名保洁叫什么名字？昨天入职的有几个人？有没有一个叫苏英？”你说叫什么？赵主任有些茫然：“叫苏英。”那昨天来报道的新人有几个？赵主任可是个人精，他发现院长神情不对，脑子里就快速转动起来。这个我也不清楚，要问一下才知道。院长，怎么了吗？后妈居然叫在医院上班的姐姐赶我回农村老家。赵冬梅匆忙找到赵玉梅：“姐，你怎么这会儿来找我了？晚上等我下班直接去家里啊，我炖排骨给你吃。”赵冬梅现在心里着急，哪儿还想吃什么排骨？玉梅，我问你，那个苏英到底怎么回事？她到底是谁？你之前说让我想办法让她在医院干不下去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跟她到底有什么过节？赵冬梅现在都有些后悔了，之前什么也没问，只是赵玉梅说让她把苏英赶出医院，她就拍胸脯答应了。现在看来这事儿并不简单。怎么了？她就是苏建设的那个女儿，跟着他妈来找苏建设了。那你说我能让他们来破坏我的家庭吗？所以我就想让她滚回乡下去。苏建设的女儿，农村来的，那她是怎么进医院的？苏建设找关系了。玉梅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知不知道因为她，我可能得罪院长了。哎呀，这事儿我也没想到，不就是厂子里面货源出了点问题吗？然后爸不是说部队上给老兵找媳妇儿吗？你不会把她嫁给部队上的人了吧？是啊，现在我们厂子的货源问题已经解决了，而且因为那边的关系，苏建设的位置也稳当了很多。那你还让我针对她？赵冬梅有些急，直接朝着赵玉梅吼。赵玉梅满脸愤恨：我就是想把她赶回乡下去，她跟她妈留在这里不是碍我的眼吗？我不舒服，姐，你可要帮帮我，一定想办法把她赶走，最好是带着她那个残疾丈夫一起走，只把关系人脉给我们留下就行。赵冬梅拧着眉，思索着之前院长的态度，心里烦躁得很，这事儿8成不好办。所以她能进我们医院是因为部队上有人帮她说话了。赵玉梅横着眼睛，很不满。
应该是这样。之前说嫁人的时候也没这条啊，不知道部队上的人怎么想呢？那老兵不是个残废吗？那娶个媳妇儿不把他留在家里照顾那个残废，怎么还让他上班？赵冬梅无语地瞪了他一眼。你就给我找麻烦吧，之前也不说清楚，我想想办法吧。先说好，如果部队那边对他的事情比较关注的话，那我也没什么办法。如果只是随手帮了他一把，不会管后面的事，那我把他赶出医院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赵玉梅闻言一喜，赶紧抱住赵冬梅的胳膊。谢谢姐，我就知道我姐最厉害了，就没有我姐办不成的事儿。行了，你去上班吧，我回医院了。对了，苏建设对这件事是什么态度？如果他知道你要对付他女儿，会不会跟你闹？赵玉梅从鼻子哼了一声，不屑道：他敢跟我闹，放心吧，他现在可是完全站在我这边的，他更喜欢我家小韩，他对他那个女儿可没什么感情。赵冬梅点点头，骑着自行车走了。赵玉梅在后面喊道：姐，这个周末来我家吃饭吧，小韩想你了。赵冬梅回到医院的时候，本来打算想办法再给苏英制造点麻烦，让她自己就干不下去的离开，可是才刚进科室门，就听一个同事说道：主任，院长刚才来过了。赵冬梅心脏都紧缩起来。院长来干什么？找我吗？同事见她这么紧张，不由一笑：不是，放心吧，没查到您不在，我们帮您圆过去了。他是来找一个叫苏英的保洁，不过还真是奇怪，那个保洁那会儿好像是在我们这层楼打扫卫生，院长居然追到这儿来找人了。同事随口闲聊的话落在赵冬梅耳中，却像是一声炸雷，让她刚刚落回肚子里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。赵玉梅不是说苏英就是嫁了个残疾老兵，这残疾老兵有这么大面子吗？她很快摇头否决自己心里的想法。不可能，或许院长找他是询问他打杨天骄的事，自己不能乱想吓自己。此时院长办公室，嗨，那个小苏啊，我这次找你呢，是想问问你昨天我为什么揍杨天骄？李院长笑着点头。你先说说你昨天为什么打他，他昨天可被吓着了，今天都请假了。苏英心里嘀咕，心理素质还真是不行，明明也没打他，居然就装病不来了。这位院长给苏英的印象不坏，所以苏英说来龙去脉的时候态度也很好，他不添油加醋，只是把事情说清楚。不全是这个原因，他嘴巴说话太难听，那些恶言让我很不舒服，那我肯定也得让他不舒服。苏英的直率让李院长有些无言，但想到市委那边打来电话说的话，他看着苏英时又放缓了语气。小苏同志，我知道杨天骄做事不妥，这件事呢就算了，杨天骄那边我们医院出面安抚，我们现在来说说你的事，现在能坐下说了吗？我年纪大了，老仰着脖子可太不舒服了。对不起啊，院长，我没考虑到这个问题。你知道是谁把你安排进我医院的吗？苏英摇头，他知道肯定是叶政委他们帮忙，但具体他们找的谁他并不清楚。难道是您？是哟，不过怕你被人家说3道4，我就没说。原本给你安排的工作是楼下的挂号室，可是人事那边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居然把你安排到后勤去了。现在我帮你重新调动一下，你就别那么大怨气了，行吧？我没怨气，您误会了。院长也不跟他掰扯这个。那你下午就去挂号室那边上班吧。苏英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他问道：院长，我能当医生吗？我也学过医学知识，哪怕从实习医生干起。院长翻开手中的一份简历，看过之后抬头看向苏英。可你的资料里并没有你从事过医学这方面的记录。小苏，我不拿你当外人，就跟你直说，医生不是靠喜欢或者一时兴起就能做的。这样，如果你真的想当医生，那你就先去考执业医师证书和医师资格证书。有这2本证书的话，我可以想办法再安排一场理论课的考试。如果你都能通过，那就可以在医院作为助理医师实习。苏英很激动，站起来对李院长深深鞠了一躬。谢谢您，我知道了，我去考证书。谢谢您愿意给我这次机会。李院长看他的模样，脸上表情很尴尬。他其实就是顺着苏英才这么说而已。他看过苏英的资料了，没上过大学，连中专也没念过，跟医学都不沾边的人。他只是在告诉他当医生很难，可是苏英好像没领会到。那个小苏，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。是这样，这2本证书可不是那么容易考的，就是正经医科大学毕业的大学生要考这2本证书都不容易，何况你一个一点基础都没有的人，根本不可能考得上。苏英还是笑呵呵的，他对自己有信心啊，考个初级医师资格证，他觉得完全没问题。院长觉得他还是没明白，准备再苦口婆心的跟他说说，可是还没开口，就听到有人敲门。请进。赵冬梅推门进来，看到坐在那里的苏英，顿时眼睛就是一凝。赵主任，有事吗？院长，我来是想说昨天那名产妇，她的症状比较严重，虽然现在通过手术大出血是止住了，
但我觉得他还是需要再在重症室待几天。院长轻蹙了下眉头，重症室现在很紧张。他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？人醒了吗？醒了，只是还是吐得很厉害。苏英一直都安静地听着，此时说了一句：他吐应该是因为麻药的原因，有些人对麻药不耐受。如果他的身体其他检测数据都正常的话，也可以不住重症室，让护士多关注些就行。而且以他家的条件，住重症室也是很大的负担。赵冬梅脸色难看，耷拉着眼睛看苏英，很是鄙夷。你懂什么？就随便插嘴。你了解病人的情况吗？从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听了些理论就敢拿出来说？我们这是治病救人，不是让你显摆你那匮乏杂乱的知识的。苏英也有点恼，这女人有病吧？我的知识可能确实学得有限，但我觉得应该比赵主任你还是强点儿。最起码我不会拿病人的命不当一回事。作为医务工作者，你连最起码的认真负责都做不到，你就是在草菅人命。你说什么？赵主任愤怒不已，他是真没想到，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竟然敢挑衅他。见两人要吵起来了，李院长赶紧说道：赵主任，你先坐下，不要生气，年轻人嘛，是有些毛躁。他又看向苏英，一副很有兴趣的样子。小苏同志，你好像对那名产妇的情况了解很多。查三居然上门要求正妻离婚。我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护士们闲聊，听了一耳朵。哦，那你说说，她这个情况算是稳定下来了吗？赵冬梅在一旁牙都要咬碎了。苏英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乡下丫头，院长竟然跟她讨论病人的事，简直是疯了。这个我不知道，我刚才也说了，要看具体身体数据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赵主任手术确实做得很成功的话，那病人就能慢慢恢复，不过还是多观察她的子宫和内脏情况。李院长很是欣赏地看着苏英，他现在有些相信她能当医生了。好了，你快去楼下挂号室吧，都11点多了，一会儿那边下班了，就不能给你调岗了。苏英站起来，对着李院长鞠躬：谢谢您院长。赵冬梅噌的一下站了起来：院长，您要让他去挂号室，这怎么行？为什么不行？赵主任，你似乎对苏英有偏见。不是的，院长，他昨天才刚入职，就打了杨天骄，后勤部那边也说了，他根本就对工作不认真，还抱怨工作不好，这样的人就不适合留在我们医院，您为什么还要给他调岗？苏英有些茫然地看着赵冬梅。赵主任，我什么时候抱怨工作不好了？而且那个杨天骄我也没打他吧，只是不小心把扫把水桶掉他身上了。你这么污蔑我，到底是对我有什么仇怨？你给我闭嘴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昨天那么多人看到了，我是不是污蔑你自己清楚。还有，你并不适合在医院工作，趁着年轻，其实你完全可以去供销社或者饭馆找一份工作，没必要一定要赖在医院里。虽说是碍于院长在场，他说话委婉了些，可这对苏英的鄙夷却藏在字字句句里。李院长并不想听他们吵架，他对苏英摆摆手，让他先走。赵冬梅沉着脸回头看着苏英，眼神阴冷。院长，这个苏英是不是有什么背景？小赵啊，你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推荐你做妇产科的主任吗？赵冬梅立刻坐直身体，心中对院长的感激拍马屁的话都想了一大堆了。可李院长却继续说道：因为你除了专业技术好以外，你还很圆滑，说白了，医生也是要和人打交道的，你能很好的处理好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，这就是你的本事。苏英呢，确实年轻，有时候可能有些脾气，但大家以后都是同事嘛，要互相帮助，不要闹矛盾。他垂下头，掩藏起心中的真实想法，对院长认错，并且说自己会和大家好好相处。不过出了办公室，他脸色就是一变。如果之前还觉得苏英就是个他能随手碾死的小蚂蚁的话，现在他觉得苏英已经是生在他头上的虱子了，让他很痒不舒服，必须得清除掉才行。苏英这边感觉很好，挂号室的人对他都挺好的。苏英，到点了，下班了，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。不了，我得回家，改天我们一起吃饭。钱多多嘴巴动了动，无奈道：好吧，以前的那个同事可高傲了，很少跟我聊天说话的，我还以为你来我要脱单了，以后能有人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了，但你为什么中午还要回家？我们有休息室的，吃完午饭回来睡午觉就行了。苏英笑了笑，拿了一颗大红苹果递给钱多多。给你颗苹果吧，我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呢，我得回家，改天我安排好家里再陪你吃饭。这苹果很贵的吧？我看医院有的来看病人提的果篮里有这样的苹果，一看就不便宜，香味满病房都是。苏英把苹果塞到他手里，没事，你吃吧，我家里还有，我先走了，下午见。苏英一进院子，他就喊道：顾首长，我回来了，今天我们吃烩菜吧，我买了土豆豆腐。一进门，他声音就戛然而止，用力吸吸鼻子，家里一股饭菜的香味，这是哪位好心的大嫂来给顾影红做饭了？他提着菜往厨房走。你是嫂子吧？我叫杜峰，
嫂子先去看首长，最后一个红烧肉马上就好。好，那麻烦你了，首长，今天又拉吗？你今天得拉大的了，不然该尝干了。是不是自己没怎么喝到水？苏英发现他嘴唇好像并不干，便用食指轻轻触了触。顾影红眼眸骤然睁大，看苏英的眼神更为深邃。你不渴吗？他又走到下方，手伸进被子里去摸顾影红的下身，但准头好像不太好，直接居然摸到了腿根儿，碰到那软乎乎的东西，他心神一颤，赶紧把手缩了回来，悄悄抬头看顾影红，却正对上他深沉的眸子，顿时脸一红。首长，你今天没尿吗？杜峰都换过了，不用清理了。苏英看到他身上轻轻松松，而且褥疮的部位也上过药了，这才把被子又给他盖好，看着他说道：人家今天帮忙过来做饭，一会儿留人家吃饭吧。他还做了红烧肉，让他给家里也带些回去。顾影红脑袋微微朝苏英那边动了一下，歪头看着他。他以后就住这儿，不用回家。啥？苏英震惊，住这儿？这是什么操作？那我住哪儿去？他是我的警卫员，要住在这儿。苏英这才想起来李为民被调走了，顾影红身边现在没有警卫员。这个杜峰看起来挺好的，至少比李为民让人觉得舒服，而且从他给顾景红换尿布换衣服来看，他是个很不错的人，当然长得也比李为民好看啊。苏英的目光不由落在顾影红脸上，要说好看的话，这个男人才长得好看啊，剑眉星目，唇红齿白，像天上的星辰一般，即使被病痛折磨了这么久了，瘦成了这样，颜值依旧能打。你在看什么？你对他留在这里有意见？没有，我没什么意见，家里多个照顾你的人，我也能轻松不少。杜峰做好了饭，在卧室为顾影红吃饭，苏英在客厅低头吃着饭，还能听到他们低低的交谈，偶尔有一两句传进耳朵里。我这次来给您带了些棉衣，马上入冬了，顾家那边其实很担心您。顾影红似乎一直没说话，杜峰好像又跟他汇报了一些什么事情，但苏英依旧没听到顾影红的声音。有了杜峰这个警卫员真的不错。苏英今天中午竟然还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。杜峰正在院子里收拾菜园子，却听屋里传来顾影红中气十足的声音。杜峰到，进来。首长，您有什么指示？联系京城大学附院，找傅金仁教授，我要跟他通话。首长，您想通了，要回京都治病吗？我只是想让自己变得好一些，我想活着了。杜峰心头忽然酸楚，他最了解首长所经历的那些苦难，他的军功都是用血换回来的，本来是该享受他的战果了，可是却变成了这个样子。现在他终于愿意好好活着了，以他的毅力，肯定能好起来。是，我马上打。傅金仁教授是目前国内神经科最权威的教授，不过顾影红现在这个情况，给他做手术傅教授是没有把握的。但接到顾影红的电话，老教授还是很开心，顾影红愿意继续治疗是好事。赵玉梅听说苏英调了岗位，气急败坏的去找陈淑云。你是陈淑云吧？我找你有事儿，我能进去说吗？陈淑云赶紧让开门，有些局促。你是谁？找我有事吗？他以为这个女人是苏英婆家那边的人，担心苏英出事，虽然他有些紧张，但还是急切问道。赵玉梅进来先打量了一下这个房子，心中很不平衡。刚从乡下来就能住这么好的房子，你其实应该感谢我。是，多谢你们帮我找房子。我家英英呢？她什么时候回来？在我们老家有3朝回门的说法，她嫁过去3天了，应该要回家一趟的。陈淑云说着端了一杯水给赵玉梅。你误会了吧？我可不知道你女儿什么时候回来，我是苏建设的妻子，这次来找你是要问问你到底什么时候跟苏建设去办离婚手续。人因为丈夫的女儿不回农村，就直接冲进女儿妈妈家一顿乱骂。你说你是谁？见她这惊慌的样子，赵玉梅一笑，径直坐了下来。我叫赵玉梅，是苏建设的妻子，我知道你的存在，但你跟苏建设到底怎么结婚的，你应该心里清楚吧？他并不爱你。陈淑云知道她不应该怕赵玉梅，她才是合法的大老婆。她和苏建设是领过证，在村里公证过的，苏建设不能否认他们的婚姻。我们有孩子，还有结婚证，你来我家是想干什么？我们也有孩子，而且我女儿很优秀，建设很喜欢我们的女儿，而你的女儿刚嫁给了一个瘫痪的老兵吧？你觉得她这辈子还能有什么出息？你说什么？瘫痪？见陈淑云这么激动，赵玉梅微愣了一下，随后便笑了起来。原来你不知道啊，你女儿嫁的人可是个随时都会嘎掉的摊子，她嫁过去就是去伺候人家的，不然你以为有编制的老兵能娶一个乡下丫头吗？还给你们解决户口问题。说到这里，赵玉梅就愤恨，她本来就是想解决掉苏建设的乡下老婆和女儿，顺便帮苏建设得到一些帮助，坐稳厂长的位置。可谁知道苏英居然趁机要求要江城的户口。陈淑云，我不想跟你多说废话，如果你还在乎苏建设的话，就应该赶紧跟他把离婚手续办了，带着你女儿和她的瘫痪丈夫回农村去，你留在这里只会让所有人都不开心。陈淑云现在心乱如麻，她虽然懦弱，但也不傻。
你凭什么不开心？是你抢了我的丈夫，你怎么还能要求我回农村去？这也太欺负人了。你占着苏建设妻子这个身份有什么用？在江城，在单位，所有人都知道我才是他老婆。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，你只会给他丢人。陈淑云垂下了头，手指用力抓着衣角。我要见苏建设，让他来跟我说。他很忙，你以为他是你们农村的那些男的，整天没正事可干？他可是厂长，厂子每天有很多的事情等着他处理。再说，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，还是定个日子赶紧去把婚离了吧。他对你根本没感情，你就算占着他老婆这个身份有什么用？陈淑云还是倔强的要苏建设亲自来跟他说。之后赵玉梅再说什么，他都不再说话了，直到赵玉梅又说到苏英，他才又抬起头。你怎么知道英英嫁人的事？本来就是我帮他牵的线，不然他能认识部队上的人吗？说起来，你们母女真应该感谢我。是你。陈淑云咬着牙，声音有些哑，要不是死死握着拳头，他就恨不得上去抓赵玉梅的头发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家英英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要把她嫁给一个瘫痪的人？赵玉梅皱眉，鄙夷地看着陈淑云。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她如果不嫁人，你能住进这么好的房子，能有江城户口，还能给我们找麻烦，简直是得了便宜又卖乖。装什么呀？你还是他吗？你那时候要是不愿意，你怎么不拦着呀？你还不是也看中了人家的条件？陈淑云被说得哑口无言，她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但她心里真不是这样想的。她真的不是看中人家的条件，她就是想让英英好好的。怎么说不出话了？陈淑云，你也别拖延了，明天吧。明天苏建设在民政局门口等你，把离婚手续办了，别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赵玉梅也不管她同不同意，说完就站了起来，皱了皱眉。还有，好好劝劝你女儿，还是回村里去吧。江城并不适合你们。如果她那个残废丈夫哪天嘎了，她以为她的工作还保得住吗？说完，踩着高跟鞋就离开了。陈淑云身体一软，低下头，泪水无声地砸在地上。她肩膀轻微抽搐着，她想不通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明明之前跟他结婚的时候，他说会好好过日子的，回城的时候也说过会来接我和英英，为什么现在他变了呢？因为那个女人长得好看吗？苏建设晚上回家就被赵玉梅通知明天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，他有些惊讶地看着他。明天这么急？怎么，你不想和他离婚，你还想和他过怎么着？哎呀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怎么会不想离呢？你知道的，我最在乎的就是你跟小韩，你们才是我的家人。我只是好奇，陈淑云那么轴的人，真的答应跟我离婚？他凭什么不答应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？他像是厂长夫人的样子吗？出去不是给你丢人吗？现在他女儿还嫁给一个残废，反正我们也跟国企纱厂那边接上了线，也不需要他了，还是赶紧让他们走，别碍眼的好。苏建设也点了点头。现在苏英的作用确实不大了，只是苏英那个惹事的性子，万一不高兴要替他妈出头，跑到纺织厂来闹，可怎么办？你放心吧，她现在可不只是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也是住在家属院的女人。她要是敢来闹，丢的可不只是我们的人，老兵那边不会允许她这么做的。苏建设一想，觉得也有道理，便也放下了心。行，我明天开完早会就去，早点办了，我们也能早点领证，让小韩真正有个家。在屋里的学习的苏小涵听到这些话，忍不住心中高兴。她也很急，她要做苏建设真正的女儿，而且要保住苏建设厂长的位置，这样将来她和周旭北结婚的时候，身份才能拿得出手。想到这里，她走了出去。爸，苏英现在去医院上班了，你知道吗？苏建设看到苏小涵，脸上表情都变得柔和了很多，满眼都是宠溺，可见他多喜欢这个妓女。我去医院了，那还挺不错的，在医院工作也方便吃药。苏小涵下意识地看了看赵玉梅，赵玉梅立刻会意，回头对苏建设说道：哪里不错了？他一个根本没学过医的人去医院工作，就怕给人拿错药或者什么的，出点什么事儿可怎么办？我让你赶紧离婚也是这个原因。如果苏英惹出什么乱子来，到时候也跟你没关系不是？苏建设脸色变了变，仔细一想，觉得赵玉梅说的很有道理。赵玉梅见他表情变换，嘴角微勾的朝苏小涵眼神交汇了一下，随后板起脸道：小涵，你可要好好念书，我跟你爸可都指望着你呢，不管做什么我们可都不能太积极了，那些心比天高的人往往都会摔得很惨。苏小涵很乖巧的点了点头，是，我知道了妈，那我回去看书了。苏英下午回来本来是要给顾颖红洗澡的，但杜峰已经在帮她洗了，苏英就去厨房做饭了。等杜峰把顾颖红收拾好，打开卫生间的门，已经能闻到厨房飘出来的香味了。首长，嫂子去做饭了，闻着真香，让你小子享受到我的待遇了。是，能吃到嫂子做的饭是我的福气。顾颖红眼神看了他一下，你今年26了？对，快27了，其实身体机能也快流失了。本来顾颖红的意思是想说他这个年龄该找个媳妇儿了，但杜峰心里没媳妇儿，只有自己热爱的事业，还有不断挑战的心。首长，
我以后就在江城陪着您吧，我肯定把您伺候到您走了。你这个小子找抽呢？什么叫我走了？我还准备再活70年呢。顾首长以前冷漠脾气不好，惹他不高兴就喜欢踹人，现在他趴在杜峰的背上，让人唏嘘伤感。首长，今天副教授那边怎么说？还有希望的事吗？顾影红没有说话，他也觉得无力。他曾经带兵打仗，什么困难都遇到过，他从来没认过输，但是现在面对病魔，他却无从抗衡。有希望的。苏英的声音忽然出现在他们身后，杜峰停下，回头看向苏英。嫂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有希望的，我看过你的病历，可以通过手术修复神经，我可以做这样的手术，只是有风险，还有可能无法修复成原来的样子，但只要手术成功，那肯定比你现在强，你应该能站起来，能自理。嫂子，你说真的吗？真的能让首长站起来？首长，首长。他激动地一直叫顾影红的名字，但顾影红却一直没开口，他只是看着苏英，眼中同样有希冀，但更多的是探究。你说你能做这样的手术？渣爹居然因为我是我妈肚子里出来的闹着要离婚。首长，你不相信嫂子能做手术吗？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既然您相信，那就要赶紧问清楚，然后我们准备做手术啊。嫂子刚才可是说您有可能能站起来啊。顾影红眼眸瞬间一寒，冷声道：这件事不要出去说，就连京城那边也不许说。杜峰不明白为什么，他对苏英不了解，但他希望首长好起来。是，我知道了。杜峰出去后，苏英快步走过去。顾首长，明天中午下班我就不回来了，有杜峰照顾你，我也放心。我要回我妈那儿一趟，我嫁过来一直没回去。顾影红神情一惊：3朝回门吧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首长，你也知道3朝回门，你们那边也有这个习俗吗？对不起，是我没考虑到。您不用说对不起，我明天自己回去一趟就行了。本来3朝回门这个也可以省掉的，但是我妈一个人住在外面，我有点担心她，想去看看她。顾影红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明天中午我让杜峰陪你回去吧。苏英刚要说不用了，顾影红却强势道：不许拒绝，你嫁了我这么个男人，回门也不能陪你，但让杜峰送你一下。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，杜峰居然开了一辆军车在医院外面等他。苏英，你不会是什么部队首长家的闺女吧？竟然有这么拉风的汽车来接你，我还没坐过这样的汽车呢，太羡慕你了。苏英嘴角抽搐，什么闺女？是首长家的媳妇，你想多了，我先走了。这车是从叶政委那儿借来的吗？不是，这是首长自己的车，不过因为首长平时不怎么出门，再加上车牌都是京城的，所以几乎不用。车子一路走过汉江大道，拐进了一条小路，最后停在了筒子楼外面。下了车，苏英有些疑惑地问道：杜大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在这儿？我刚才已经来转了一圈，确定位置之后才去医院接的你。谢谢你啊，杜大哥，不过我还是自己进去吧，你先回去吧，顾首长身边不能没人，我一会儿自己坐电车去上班就行了。杜峰看了看他那纤瘦的小身板，这么多东西苏英一个人哪提得了？这样吧，我把你送上楼，然后就下来在车里等你。苏英在门口敲了好几下门都没人开，不由皱了皱眉。杜峰本来都准备下楼了，见苏英这么长时间也没进去，便也站在楼梯口看他。苏英又抬手敲门，这次力道大了很多。妈，开门，我回来了，我是苏英，妈。里面没有回应，正要用钥匙开门时，旁边的门开了。你是舒云那个闺女吧？我那天看到你们母女俩一起搬过来的。是，婶子，我妈不在家吗？那可能是出去了吧。昨天晚上我去接葱的时候，好像听你妈说她今天要去民政局。什么民政局？苏英脸色一变，急切问道：婶子，你确定吗？我妈去了民政局。这我也不知道，你妈是不是在哪儿找着工作了？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，婶子。苏英赶紧往外走，杜峰跟在她身边，一边走一边问：要去哪儿？民政局。此时的民政局门口，陈淑云正抓着苏建设的衣服，低声的祈求着：为什么要离婚啊？我们还有英英，她知道了得多难受，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呀。建设，别离婚了行不？我们回去好好过日子。你别纠缠我了，我们本来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喜欢的东西你都不懂，你只会种地养猪，可我做不来那些，你明白吗？我们在一起不合适。为什么你说不合适呢？我们之前明明好好的，你就算不会做农活，不会喂猪，我也不用你干那些啊，你可以看你的书，做你喜欢的事啊。苏建设已经非常不耐烦，他看着手表，自己出来都快40分钟了，和陈淑云在这儿都扯皮了20分钟。好了，陈淑云，我现在明确告诉你，我不想跟你生活在一起了，你就放过我吧，行吗？不行，我今天不能跟你办离婚手续，就算要离婚，也得问过英英。英英如果说要爸爸，我绝对不离婚，我不跟你离婚。陈淑云，苏建设怒吼，他觉得这个女人简直烦死了，以前怎么就没发现她这么一根筋，怎么说都听不进去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？你说清楚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都尽量满足你。
但是我们必须离婚。苏英她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我们离婚并不会影响她什么。我要问过英英，她同意才行。苏建设气得险些一脚把自己的自行车踹了。你怎么就是说不通呢？我说了，苏英她现在有自己的生活。再说了，以前不也是你们母女两个一起过的吗？我们其实早就没有感情了，我也没跟你们生活在一起，现在不过就是补办一张离婚证而已。你为什么就是推三阻四的不愿意呢？陈淑云抬头，眼里含着泪水望着他。你也知道你一直不跟我们在一起吗？苏建设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们？咱俩是有合法结婚证的，英英还是你的亲生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喜欢她？因为她是从你的肚子里生出来的，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乡下女人。陈淑云，你知道吗？在上阳村那段时间，我有多恨你们。我一个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，可是最后却要娶一个大字都不识几个的农村女人，凭什么？因为你们逼迫，你们逼着我扎根在你们农村，我偏不，我要回城，我要重新过我的人生。陈淑云呆呆地看着苏建设，浑身都在颤抖。他和苏建设之间为什么会变成恨？明明结婚的时候很好，你也说喜欢我的，为什么要恨我？我没想把你留在农村，你后来要回城，我还把养的老母猪卖了给你凑了路费和生活费，为什么你要恨我？我做错什么了？那你为什么要生下苏英？不就是想把我留在上阳村吗？我告诉你，别说苏英是个女孩，她就算是个男孩，我也不会因为她留在村子里。陈淑云身体摇晃了一下，趔趄着后退。妈！苏英快速冲过去，抱住要摔倒的陈淑云，同时直接抬脚，一脚就把苏建设的自行车给踹到了地上。你这个混蛋！陈淑云脸色惨白，看到苏英，低声道：“你咋来这了？回家去，走，咱回家去。”苏建设很愤怒，也很惊讶，没想到苏英会过来。他心疼地看了眼自己的自行车，也没顾上扶，赶紧走过去拦在他们前面。等等，不能走。陈淑云，你刚才不是说要问过苏英吗？现在她过来了，正好，你可以问她同不同意我们离婚。苏英之前就问过他离婚的事儿，其实他知道苏英的态度，苏英是支持他离婚的，可是他不想和苏建设离婚。妈，这样不知道好赖的畜生他不值的。苏英，我是你爸，你敢这么骂我，你还有没有点教养了？苏英现在看到他这副嘴脸都觉得恶心，刚才他说的那些话他全听见了。你给我滚远点儿！我要不是还有教养，我一定做到你生活不能自理。你和你那个小三算计我就算了，现在你们还这么欺负我吗？怎么，我们是软柿子就可以往死里捏吗？想离婚是吧？好啊，我妈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年的青春，你拿1000块钱来吧，把钱拿来就跟你离婚。苏建设看着陈淑云，希望他说句话，可他这个态度明显就是要纵容苏英。陈淑云，你真是一点脸皮也不要了。苏英上前就要踹他。你说谁不要脸皮？找小三找情人的才是不要脸皮的。我告诉你，苏建设，我现在去告你的话，别说你的什么狗屁厂长保不住，你说不定还得进去蹲几年呢。这边吵闹的这么严重，已经引起了很多人注意，有人还对着苏建设指指点点。苏建设怕影响到他的声誉，现在见苏英这么强势，今天也只能作罢。我就不该管你，你就算病嘎了都是活该，我真是欠，为什么还帮你？他扶起自己的自行车，骑着就跑。女人跑到我妈家里乱嚼舌根，我就到她厂子里面曝光她。妈，那个人渣不值得你把一辈子都赔进去，能离婚就离吧，离了说不定你以后还能遇到喜欢的人呢。别瞎说，还遇什么呀？妈只是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恨我。英英，他说他恨我呀。苏英刚才就听到了，这也是他控制不住想揍他的原因。在上阳村的时候，他要不是靠着我吗？靠着老陈家，还念书，回城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。看看村里现在留下的那些知青，早就成真正的庄稼汉了。那时候哄着我吗？才让老陈家帮忙给他弄到了回城的名额。可是这个人渣，现在却说恨我们，简直就是畜生都不如。嫂子，回去吗？回我妈那儿。陈淑云这时候才回过神来，她快速用袖子擦了擦眼泪，低声问苏英：“这是你那个账？”妈，他是老顾的警卫员。陈淑云愣了愣，我嫁的男人姓顾，年纪也比我大一些。那比你年龄大是大几岁？其实男人大个2-3岁也挺好的，大点儿会照顾人。也还好，他还是挺乖的。陈淑云却满脸复杂，她想起苏建设那个情人跑到家里跟她说的话，她说苏英嫁的男人是个瘫痪的。此时再看苏英那躲闪的样子，她感觉自己孩子好像跳进火坑了。英英，妈想问问你。她看了看前面开车的警卫员，又没说出来，一直忍到回了家。杜峰出去之后，她才赶紧拉着苏英问道：“英英，你那个男人他是瘫痪的是吗？为什么你没告诉我呢？嫁给个瘫痪的，你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还是那个女人给你介绍的是吗？他肯定没安好心的，他是要害你。”妈，是苏建设刚才跟你说的吗？不是，是他的那个女人。那个女人？妈，你见过她了？陈睡鱼垂下脸，轻轻嗯了一声。妈，
你什么时候见过那个女人？她跟你说什么了？苏建设要离婚也是因为那个女人来找你吗？陈淑云猛地抬头，沉声道：“英英，他是你爸，不能这么叫他。”苏英都无奈了，苏建设那么对他，真不明白陈淑云为什么还在护着他。那你还是不想离婚吗？英英，你让妈想想，等妈想清楚了再说。他相信自己的妈妈肯定会自己想清楚，能看清苏建设的真面目。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来，一会儿就得走，过来看看你也是让你放心。我住在部队大院，在城北，今天我没时间了，等下次我回来带你过去认认门，以后你想我了就自己坐车去找我。你给我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妈这儿啥都不缺，而且就妈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。哎呀，妈，这都是给你的，回门礼，是我家老姑准备的，她暂时不能来看你，但这是她的心意，你收下。陈淑云悄悄朝门外看了看，小声问苏英：“外面那个男人看起来挺好啊，长得好看，身体也好，又高又壮的，肯定很有力气。他是谁呀？”他是我家老姑的警卫员，照顾他的人很好。啥？那就是说有人伺候他是不是？那你呢？不用你伺候吗？那你每天都做啥？是不是得给他洗洗涮涮？我也做，杜大哥也做。妈，你不用担心我在那边过得还挺好的，而且我也上班了，这马上也到上班时间了，我得先走了，我明天中午再过来。如果苏建设他们再来找麻烦，你就让他们去找我。陈淑云拉着苏英的手不放。你要走？你这才刚来，妈给你做饭，好歹吃完饭再走。苏英看了看时间，只剩20分钟就要上班了。妈，我没时间吃饭了，我明天再过来，你把门窗都关好。如果苏建设和那个泼妇再来，你不用放他们进来，等我明天来再说。杜峰把苏英送到医院之后，就返回了部队家属院，并且向顾影红汇报了今天的事情。你说他爸爸逼迫他妈离婚？杜峰也不能理解。要是平时听到这些话，我早就冲去教训他了。但这是嫂子家里的事情，要考虑嫂子的态度。首长，那个男人说嫂子的妈妈没有文化，还说就因为嫂子是从他肚子里生出来的，所以他恨他们。需要我给那个男人点教训吗？暂时不用，看看苏英要怎么做，他的家事他自己决定。如果需要你做什么，听他的就是。杜峰愣了下，还以为首长让他直接去踹人呢，竟然只是听命行事。对了，苏英的母亲你见到了吗？身体怎么样？见到了，看起来身体挺好的，而且很关心嫂子。今天和她丈夫闹了一场，还一直在问嫂子她。杜峰说到这里才惊觉说错话，赶紧改口道：“问嫂子为什么带这么多东西来，说她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。嫂子说是您准备的，她妈妈挺高兴的。”顾影红犀利的眸子盯着他。杜峰，立正。部队养成的习惯，听到口令就立刻服从命令。说，您岳母问嫂子嫁的人是不是个摊子，还说她后半辈子怎么活。他有些担忧自家首长被伤害到，用眼角余光去看他，但见首长面无表情，好像看不出生气。你在场吗？没有，我在外面等嫂子，隔音不太好。人家并没有说错，好好的年轻闺女嫁给我这么个摊子。首长，嫂子的母亲应该不是什么恶意，只是担心自己女儿。但嫂子跟她母亲说了，她说她现在过得很好，她并不觉得自己辛苦。顾影红没有说话，杜峰站了一会儿才出去。顾影红一个人看着天花板，心中黯然。这几年他把天花板数了无数遍，他好像被困在这方寸之地太久了，久到快忘了外面的世界了。苏英，那个他一眼就记住的女孩，如今成了他的人，他就不能让人家受委屈。苏英一下班就骑自行车就直奔林心纺织厂，一下午他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。一个小三竟然敢去找陈淑云，陈淑云没说，苏英也知道小三肯定没什么好话，是去耀武扬威的。既然他敢去闹，那苏英也没什么怕的，他更得去闹。苏建设那个不要脸的，就算丢了工作都是活该。苏英以前看在陈淑云的面子上还会为他想想，但现在他可不管那些了，都欺负到头上来了。门房那老头记性不错，看到苏英还能认出来，但他知道厂长不喜欢苏英他们。干什么的？你是谁呀？就往里闯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苏英根本不管他，继续走。老头急了，赶紧跑过去想拦他。我让你站住，听见没有啊？你要找谁？走开！我找苏建设，还有那个跟他住一起的女人，让他们给我出来！你这个女娃咋回事？怎么胡说八道呢？你站在这儿，别乱叫唤，我去帮你找厂长。苏英灵活地躲开老头，并且警告他：你别动我，小心我告你流氓罪！你这说的啥话？我都多大岁数了，我还能对你做啥？你别在这儿闹，这是厂子，人家都在里面上班呢，有什么话出去说行吗？苏英还在往厂子里面跑，一边跑一边大喊：苏建设，你给我出来！还有你那个情妇也给我出来！你们不是想逼我妈离婚吗？出来跟我谈，我跟你们谈。6点多钟正是下班的时候，纺织厂来回的人很多，不一会儿苏英身边就围过来不少人。姑娘，你别闹了行吗？
你这么喊，让厂长以后怎么在这里待？这样，你先去我那儿坐会儿，我帮你去找厂长，你们慢慢说道。不行，说到什么？我今天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，你们的厂长是个什么东西，在厂子里养着情人不算，还联合着情人去欺负原配，这世上还有没有道理可讲了？那些围观的人全都一脸震惊，立刻便开始窃窃私语。他说的是苏厂长嘛？他瞎说的吧？苏厂长的老婆不是赵姐吗？人家2个是自由恋爱，还有那么大一个女儿，什么原配，肯定在污蔑苏厂长。我觉得也是，厂子里谁都知道赵姐是厂长的老婆，不过他刚才说的情人，不会就是指赵姐吧？有人忍不住问苏英：“你是谁呀？凭什么说我们赵姐是厂长的情人？你这是污蔑，你知道吗？要被抓起来的。”苏英看了那人一眼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因为苏建设是我爸，我妈才是他的合法老婆。你说你们赵姐是不是见不得人的情人？”男人竟然为了妓女要打亲生女儿，还为妓女挡棍子。一个女人气势汹汹地冲了出来：“你就是跟我爸搞破鞋的那个女人吗？”你胡说什么？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我不是。他只是和赵玉梅关系好，是朋友而已。不过他也不知道苏建设在外面居然还有个老婆。既然你不是那个破鞋，你跳出来干什么？我这个亲生女儿来找勾搭我爸的贱女人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是你觉得搞破鞋没什么，你也想试试？你在说什么？这个女人要被气死了，指着苏英，眼神恨不得刀死她。苏英鄙夷地瞥了她一眼，随后目光转向了一直站在人群后面的一个年轻女孩身上。咦，小韩，你放学了？有女工和女孩打招呼，那女孩也微笑着回应了一下。这才是厂长家的闺女，多有礼貌。这个野丫头不知道是哪儿冒出来的，哪儿像苏厂长了？苏英微微惊讶，这个叫小韩的女孩就是苏建设的那个女儿吗？苏英眼睛凝滞了一下，朝着苏小涵走近了几步，说道：“你不是苏建设亲生的，是你妈带过去的，她一直在给别人养女儿。这里是纺织厂，大家都在工作，不要影响大家正常工作。快到晚饭时间了，去我家吃饭吧，来了都是客嘛。”他直接避开了苏英的问题，也不提及苏建设和他妈搞破鞋的事，而是柔软的邀请苏英去他家吃饭。周围立刻有人说道：“小韩就是识大体，心眼好，这女的这么没教养，还让去家里吃饭。我看这种人说不定就是小来蹭饭呢，家里估计吃不起精细粮吧。”苏英挑眉看着苏小涵冷笑：“看看我要是真去了你家吃饭，那我这有理也得变没理了吧？何况我这吃惯粗粮的胃，也吃不起你家的精细粮。”他们瞎说的，婶子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，都心疼我，你别放心里去。走吧，我带你回我家去找我爸爸，你有什么困难都可以说出来，我爸爸是个热心肠，他能帮到你一定会帮你。苏小涵说着话就去拉苏英，苏英直接甩开他，但却听苏小涵惊叫了一声，一屁股坐倒在了地上。你这女娃怎么随便推人啊？干什么这是？来我们厂子嚣张给谁看？苏小涵在几个女工的搀扶下站起来，小声说道：“大家别这样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刚才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，他肯定是遇上什么困难了，才会来我们厂子里呢。姐姐，你别担心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手擦破了点皮，我藏起来，我爸妈不会发现的。你跟我回家吧，我让我妈给你做好吃的，你再把你的困难说说，我们肯定帮你，你不用这么骗人的。”苏英听到他叫姐姐就觉得恶心，尤其这副矫揉造作的样子，她恨不得踹开这个死绿茶。你确定我在骗人？那把你爸妈的结婚证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吧，你这谎言很拙劣，知道吗？随便去民政局一查就能查到。是啊，既然姐姐也知道这很拙劣，那我怎么会用这个来说谎？就是啊，小韩怎么会拿这个说谎？这女的就是欺负小韩，赶紧把她赶出去啊！我们厂子里是没人了吗？既然你不心虚，那为什么一直想把我带到你家去？而且你刚才一看到我就让我去你家吃晚饭，还张嘴叫我姐姐，怎么你早就认识我？苏小涵脸色变了变，不过马上就又恢复过来。我只是不想你在纺织厂门口这么闹，影响大家上班。我也怕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，我爸妈都很热心，你要有什么困难，他们肯定会帮你的。我是遇到困难了呀，有人跟我亲爹搞破鞋，你爸妈既然这么热心，帮我解决一下吧。苏小涵脸上表情有些僵，但还是尽量保持着她白莲花的形象，做出一副关心的样子。那去我家吧，在这儿实在影响不好，回我家慢慢说。我不去，我就找苏建设，他什么时候出来，什么时候再谈。至于你，可以留在这里，好好听听你妈怎么勾搭上我爸的，因为我也好奇。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苏小涵脸色恼怒，极力保持着的形象险些崩塌。苏小涵说不过苏英，被气得眼眶微红，引来一众想巴结苏建设的工人的心疼。这些人对着苏英就叫骂，甚至有人还叫嚣着要把苏英赶出去，还有说要报公安的。好啊，去报吧，我也准备报。
今天你们谁要是敢碰我一下，我一定告他个流氓罪。闻言，几个叫得最凶的男工一下不敢上前了。8几年的流氓罪可不是小事，今天他们要是真的碰了这女孩，说不定真要蹲大牢。下班不回家，都在这儿闹什么呢？苏建设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，前面围着的人立刻给他让出一条路。苏建设径直走到苏英面前，脸上怒意已经有些压不住了，他直接抬手就要打他。你有没有点羞耻心？跑这儿来闹！苏英一把抓住他的手，同样怒瞪着他。苏建设，你以什么身份打我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的真面目，让大家看看他们的厂长到底是怎么抛妻弃女，跟女人搞破鞋，还给人家养女儿的。你们不是想看看结婚证吗？我有啊，我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瞧瞧，看看苏建设的妻子到底是谁，而这个所谓的厂长家的千金又是哪个破鞋家的女儿。苏英说着话便要去口袋拿，苏建设和苏小涵全都是一惊。苏小涵离苏英近些，最先按住她的手。姐姐，你别在这闹了，你影响到我爸爸了，我们回去说行吗？行了，丢人现眼，走吧，回家去。丢人的又不是我不在乎啊。他低头盯着苏小涵按着他的手，嘲讽道：自己把手拿开，我可不敢碰你，如果一不小心你又倒了，那我岂不是又要被粘上了？这被屎粘上的感觉可不好，我估计恶心的几天都吃不下饭了。苏小涵迅速松手，并且眼眶一下就泛红，马上就要哭出来了，这给苏建设可心疼坏了，根本就什么也不管不顾了，直接把苏小涵拉到了身边，用力推了一把苏英。你怎么说话这么恶毒，没教养的东西！苏英完全没防备，被他推得一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苏英左右学摸了一下，捡起地上的一根棍子，直接朝着他们就砸了过去。苏建设惊骇地瞪大眼睛，但苏英动手毫不留情，为了保护苏小涵，他还是赶紧侧了下身子，那棍子结结实实砸在他后背上。苏建设疼得倒吸一口冷气，对着苏英怒吼：你疯了，我可是你爸，你竟然敢打我，你配为人子女吗？这下所有人都惊了，吸气声此起彼伏。这女孩说的是真的，她们真的是父女。从苏厂长嘴里亲口说出来的，那还能有假吗？苏建设喊完也有些懵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，这就是苏英想要的结果。你问我配为人子女吗？可是你养过我一天吗？在我跟我妈在村里被人欺负的时候，你却在这儿搂着破鞋和他女儿逍遥快活。在我被人顶替大学名额，又被打成重伤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妈为了给我看病带我来江城找你的时候，你又是怎么对我们的？你让我们住招待所，你要跟我妈离婚，让她给你的破鞋腾位置。现在你为了你这个妓女要打我，你配为人父吗？一字一句，苏英喊得撕心裂肺，听得周围人也都心跟着抽痛。苏小涵看到苏建设正在那里，心中愤恨又着急，他不能让苏建设对苏英有愧疚。爸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不知道姐姐受了这么多苦，我不想这样的。爸，你以后别管我了，我们把姐姐接回家吧，你跟妈妈都好好照顾她，我也会让着姐姐的，只要姐姐喜欢的我都给她。苏建设听着苏小涵这些话，心疼的不行。你性子这么软，他那么跋扈，你要让着他，那不被他欺负死了？放心，我对你们家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跟你说一声，你那个破鞋不是去我家逼我妈跟你离婚吗？我妈也不稀罕破鞋用过的东西，要离婚可以，我说的那些条件都办到了，立刻去民政局离婚。苏英说完就走，人群自动给他让开了一条路。不同于之前那些看不惯他的眼神，这回大家看他的眼神都很同情。赵玉梅一直都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没敢出去，她是完全没想到苏英敢来厂里闹，她觉得还是要回家找父亲帮忙解决这些麻烦。赵玉梅的父亲是教育局的一位处级干部，职位不算低，而苏建设能这么快当上厂长，自然也有这位老岳父的功劳。老三居然让丈夫回到正妻身边。苏英回来的时候脑袋疼得几乎要裂开了，被部队车送到医院，连李院长都被惊动了。不过等他急急忙忙赶过来时，发现病人竟然是苏英。原来你跟部队也有关系？你家有长辈是在部队里吗？苏英微微张着嘴，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算是有亲戚吧。李院长可不相信，如果只是普通亲戚，那哪有资格坐部队的车呢？这肯定就是直系亲属才能有这待遇。那个胡医生，赶紧的把院里那几位老医生请来，给苏英好好检查一下。院长，不用，真不用。李院长看着苏英劝道，这可不是小事，都能掉以轻心，还是要好好检查一下。你这头晕这么厉害，要是脑袋上的病那可就麻烦了。直到医生们全部离开，叶冠军才看着苏英问道，跟你那天的症状很像，但好像更严重些。苏英同志，你是不是瞒着我们什么事？我当时可能确实没说，不过不是有意瞒着你们。我来江城本来就是为治病的，我的头受了伤，来江城之后拍了片子，检查结果是脑损伤后遗症，会偶尔出现一些症状，
但如果一直接受治疗，也可能会痊愈。叶冠军脸色很沉重，他之前确实不知道苏英有病，如果早知道，他也不能让她嫁给顾首长了。顾首长现在就需要人照顾，再找个病人，这以后日子怎么过？那你平时是没什么事儿的是吗？你刚刚说治疗会痊愈，要怎么治疗？我现在吃的是西药，不过我准备给自己配些中药吃吃，毕竟中药温和，我觉得对于痊愈很有帮助。苏英同志，你要尽早好起来才能照顾首长啊！顾首长身边真的离不开人，我也不怕跟你说实话，我们当初给首长找媳妇儿，就是希望能有个人好好照顾他，能对他好，他是我们的英雄。那天你也看到首长身上有多少勋章了，我们希望他后半辈子能过得稍微不那么悲惨。苏英能理解，他对战斗英雄也是崇敬的。他看着叶冠军说道：叶政委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，他现在也是我的家人。叶冠军眼神变化了一下，苏英竟然真的把首长当家人。苏英同志，我们都应该感谢你呀！你放心，你这病尽管治，如果说江城医院不行，我马上给京城部队医院打电话，有顾首长在，你可以去京城看病。叶政委不用这么说，他现在跟我是一家人，你为了我们家的事情忙前忙后的，我们也该感谢你。见苏英下地准备走，叶冠军赶紧走过去。你要干啥去？我已经没事了，回去吧。首长晚上要洗漱，他不喜欢杜大哥给他刷牙。可是医生刚才说让你再观察观察，现在走不行吧？行的，我也是医生，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，在这儿睡觉和在家里睡觉没什么区别。杜峰看着床头柜上凉了的饭菜，无奈地看着顾影红。首长，你先吃吧，嫂子那边有叶政委呢，可能一会儿就有消息了。杜峰，我挺没用的是吗？怎么会呢，首长，你可是我们龙国最年轻的少将，您是个传奇啊，怎么会没用？您要是没用，那这世上男人就没几个有用的了。可我连我媳妇去医院都不能陪她去，她病了我也只能躺在这里干等着，甚至我还需要她的照顾。首长，您是为人民才会变成这样，嫂子会理解的。她理解，她很善良，受什么委屈都不说。她今天这情况到底是怎么造成的？突然就生病了？杜峰并不清楚，不过他觉得可能就是老毛病犯了。去查查吧，她今天到底去哪儿了？回来这么晚，回来就病了，是不是在外面受委屈了？是。苏英回到家属院，径直朝顾影红房间走。顾影红把苏英从头到脚的看了一遍，最后目光定格在她脸上，看得格外认真。我脸上有脏东西吗？怎么这么看着我？身体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突然那么严重？是头晕还是怎么难受？医生怎么说？苏英这会儿脑袋轻松了，整个人都像是活过来了，便笑呵呵地把自己身体的大致情况跟他说了说。见顾影红盯着他不说话了，苏英咬了咬嘴唇。首长，你不会因为我是个病秧子就不要我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离开我再想找像我这么一个又懂医学又尽心照顾你的人可不容易，所以你可别动赶我走的念头。你不想离开吗？不想啊，我觉得现在挺好的，我每天上班下班回来还有饭吃，周末还能去看看我吗？这日子多舒坦。可我……顾影红想说自己是个累赘，苏英每天要花时间照顾她，苏英却直接打断她道：你怎么了？你脾气不好，现在躺在床上也得忍着，我还不用尽夫妻义务，还有老公给的钱花，我这多好的日子谁也舍不得吧。你今天发病是因为你回来晚了吗？苏英忽然垮了脸，很气愤地说道：当然不是，我是被我爸和他那个破鞋气的，一个破鞋居然跑到我妈家里去逼我妈离婚，他简直太不要脸，太无耻了。你爸要跟你妈离婚吗？是啊，他以前是下乡知青，是知识分子，我妈就是个农村种地的女人，他瞧不上我妈，但是却还和他结了婚，回城之后就抛弃了我们。搞破鞋本来就该被谴责，我明天就让叶冠军找人去问问，让你爸回家。别，求您了首长，您别让他回去。首长，说实话，我并不希望他跟我妈继续过下去，他就是个没什么责任心的人渣，跟我妈婚姻存续期间就找女人，我妈妈可能还需要些时间，但我相信他会想清楚的。好，不过我觉得当一个人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能看清楚很多事。首长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我想他离一无所有应该不远了。你做什么了？你就等着吧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他的麻烦要开始了。苏建设，你知道我今天去上班那些人都怎么对我的吗？你不赶紧去想办法，还有心思在这儿抽烟？那你说让我想什么办法？现在就连几个车间主任都来问我跟你到底是不是合法夫妻？我就怕这件事会传到上头领导耳朵里，到时候我这个厂长估计都可能没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握住赵玉梅的手。玉梅，你跟岳父说说，问问他这件事该怎么办，能不能别让厂里这些人出去乱说？赵玉梅气愤的一把甩开他。是你女儿在乱说好吧？你说说你，一个乡下来的丫头，你都管不了她，当初就不该让她留在江城，现在可好，她这是要整死我们啊！老婆，这件事还得岳父帮忙，家里不是还有2瓶黄河大曲吗？你中午给岳父带着去看看他，
顺便跟他说说这件事。被苏建设哀求的语气哄好的赵玉梅冷哼了一声：“你以为我没去过？我昨天下午就去过了。不过我爸说，最先要做的就是你赶紧跟那个乡下女人离婚。你们只要办了离婚手续，那咱俩马上结婚，就是光明正大的了。到时候咱还怕啥？”我也想赶紧离婚，可是陈淑云要1000块钱，他说没有1000块钱他不离婚啊。这个乡下女人还真敢要，她那下头是镶金边的吗？你一共睡过几次？居然要1000块钱！苏建设不说话，赵玉梅也沉默下来。骂完该解决的问题还得解决，不过一想到要掏钱，赵玉梅就难受的胸口疼。这样，你不是说那个女人很好哄吗？而且她很爱你，你去哄哄她，看能不能不掏钱就把婚离了。苏建设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赵玉梅。你说什么？哄？怎么哄？你不会要我？你真的不在意吗？你说什么？哄？怎么哄？你不会要我？你真的不在意？赵玉梅眼神阴狠，看苏建设都恨不得给他一巴掌。在意什么？钱都要没了，还在意你跟他睡几次？反正你以前又不是没睡过。苏建设是个知识分子，心里还是很传统，低声道：“我去找他谈谈吧，不过我什么也不会做，这是最起码的底线。”赵玉梅不屑，不过忽然她眼睛一亮，抓着苏建设的手说道：“哎，你说要不让你爸妈去找那个女人？你不是说他早就想见你爸妈吗？我觉得他们说话肯定管用。”苏建设想了想，觉得也有道理，是个办法。不过陈淑云听苏英的，这次离婚非要1000块钱也是苏英撺掇的，我怕找他不管用。你去啊，你自己的女儿，你去找她，让她少掺和你跟他妈的事儿。哪有女儿能做自己父母的主的人家？那个乡下女人真是没出息的，连自己女儿都管不好。两人在办公室商量了好长时间，最后决定还是把苏英跟他妈都叫到家里来吧。而且他准备连苏建设的父母也叫过来，逼迫陈淑云离婚。早上他一来，医院就被李院长叫到了办公室。不过苏英大概猜到，因为昨晚他来医院的事儿，就是不知道院长是要做什么。苏英同志，要不你去内分泌科上班吧，先做实习医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院长，您说我可以当实习医生了，可是我还没考证，2个证都没考。没事，实习医生就像护士似的，先给病人扎扎针，输输液，跟着主治医生好好学。而且我相信你说你有医学知识的话。苏英看着李院长，心中感激。谢谢您院长。这样吧，我先去做几天实习护士吧，也可以跟着医生学些东西。这几天我就报名去考证，拿到证我再转医生。可以。苏英稍稍迟疑了一下。院长，我能去神经内科吗？李院长有些不解。你要去神经内科，那里可不轻松。可以，不过要多学多看，少上手，能做到吗？好，能。苏英以前在医院虽然专攻骨科，但对于其他科室的研究也没落下。只是顾影红的病太严重，想要完全治好不太容易。护士长见到苏英也惊讶了一下。怎么是你？妇产科和神经内科都在一层楼。护士长带着她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那名产妇恢复得很好，今天已经转普通病房了。其实他们家更应该感谢你。做手术的不是我，他们家运气不错。”护士长笑了笑，她悄悄地打量着苏英，很好奇这个女孩看起来年轻的过分，但那天却一眼就看出来孕妇肚子里可能还有胎盘残留。最让人惊奇的是，在短短1周之内，她就从一个打扫厕所的保洁人员成为了实习医生。苏英，认识一下，我叫王琴，以后这层楼的事儿你都可以找我。谢谢你，护士长，我还年轻，要学的东西很多，以后还得你多多关照呢。这时杨天骄来找护士长，突然看到苏英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调到1楼了吗？不好好工作跑到诊区来干什么？你是突然发现打扫厕所更适合你，想继续上来干？要不要我把你再调上来？苏英瞥了他一眼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权利呢，我还以为你只管后勤部的呢。你以为我不能吗？不过是废学功夫罢了。你等着，我会让你怎么放下手把的，我就能让你再怎么拿起来。王琴见两人剑拔弩张，赶紧拉了杨天骄一下。天骄，别瞎说，大家都是同事嘛，以后应该好好相处。他算什么同事？不过就是个打扫厕所的，居然还敢这么嚣张。我也觉得也是，你算哪门子的同事？苏英说完，径直走进了神经内科。杨天骄愣了下，大喊道：“你给我站住！那是你能去的地方吗？那是诊区。你可别闹了，天骄，他现在是神经内科的实习医生，他的事儿你管不了。”什么？王晴，你没睡醒吧？你在说什么？王护士长莫名的觉得杨天骄这个难以置信的样子让人很爽。我说苏英现在是神经内科的医生，早就不归你管了。不是，护士长，这个苏英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为什么他们调上来当医生？他有医生资格证书吗？我觉得他是有资格做医生的。苏英下班就骑着自行车去了陈淑云家。陈淑云做好了午饭，这次她美美的在家吃了一顿，虽然都是没什么油水的菜，但她吃了很多。
今天你爸来过了，说是让我们晚上去他家吃顿饭。你答应呢？他说你爷爷奶奶想见见你，妈想着他们从你出生就没见过，见见也好。你爸说了，那个女人今天回娘家了，所以他不在你就答应去。妈，你到底怎么想的啊？他背叛了你，你怎么还……英英，我们再看看，就这一次，你也没见过爷爷奶奶，这次也是个机会，我们去见见。这次如果你爸还那么坚决，你爷爷奶奶也同意，那妈就死心了。苏英不希望陈淑云这么卑微，她只觉得心酸。如果不喜欢一开始，为什么要招惹呢？把人祸害成什么样了？那行吧，我下班要回家一趟，跟老顾说一声，你在家等我来接你，我陪你去。苏英中午回去就和顾颖红说了这件事，顾颖红以为他是要去干架，便嘱咐他带上杜峰。你什么也不用怕，杜峰一个人打他们整个纺织厂男工都不在话下。苏英都被逗笑了，虽然他也觉得这是一顿鸿门宴，但应该也不至于要到那种大打出手的地步。首长，你让我把杜大哥带着，不怕别人误会吗？顾颖红立刻黑脸瞪着苏英。怎么？你有其他想法？苏英赶紧摇头，没有，我不敢，而且现在很好。顾颖红脸色好看了几分，不过扭头看在窗户外的杜峰，脸又黑了黑。杜峰在外面忽然感觉身上一凉，他抬头看了看天，果然是天凉了，他都感觉到冷了。苏英上班之后，顾颖红就把杜峰叫进房间，说了这件事。下午下班看到汽车时，苏英一惊，赶紧打开车门，见顾颖红端端正正地坐在后面座位上。顾首长，你是特意来接我的吗？要给我个惊喜？陪你去你父亲家。苏英惊讶，啊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去？我不能去。能？怎么不能呢？就是觉得您这不太方便吧？不会不方便的，嫂子放心吧，我背着首长进去。苏英看着顾颖红，手捏着他的胳膊还有腿，眼神复杂又坚定。他现在太想让顾颖红站起来了，这样一个气势恢宏的人，不应该整日缠绵在病床上，不应该困在屋子里无法出门。首长，我们再等等1个月吧，1个月后我就能帮你做手术了。他很认真地盯着苏英，唇角掀起一个极浅的弧度。好。杜峰回头看了看他们，心里也很激动。嫂子，为什么要等1个月？做这个手术是需要什么条件吗？而且我们是不是得去京城做？那边的副教授一直都是首长的主治医生。因为我需要医师执业证和医师资格证，给我1个月的时间考证，拿到证书我们就去京城。顾颖红全程都没问过苏英行不行，对苏英好像非常信任。他们先去筒子楼接了陈淑云，陈淑云从上车之后就一直悄悄地回头看顾景红。苏英笑着说道：妈，他就是老顾，您的女婿，叫顾景红。又对顾颖红道：我妈妈你还没见过，我妈性格比较内向，首长笑一笑吧。顾颖红斜睨了他一眼，随后扯动了一下嘴角，但发现陈淑云好像还紧张，便又努力让自己这个笑容更明显一些。您好，初次见面，我要先跟您说声对不起，我娶了您的女儿，可是却一直没登门拜访过您，真的很抱歉。其次，也谢谢您把苏英嫁给我，您放心，只要我顾颖红还活着一天，我就肯定会好好保护她，绝对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。您是苏英的母亲，以后也是我的母亲，我也保护您，您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。顾颖红几句话让陈淑云感觉到了他的真诚，他回头对顾颖红笑了笑：我没啥要求，就是别让英英受委屈，她年纪还小，可能有时候使性子，也请你别怪她，别吼她，好好跟她说。苏英心里温暖又觉得好笑。妈，你放心吧，顾首长在家不吼人。车子直接开进了纺织厂家属院，楼上楼下不少人都看到了。这个年代开个车那可是稀罕物，绝对是万元户的人家，所以不少人还特意跑下楼看。赵玉梅跟苏建设的母亲刚才一直在聊天，主要内容是苏英跑到纺织厂来大闹的事儿，并且说严重到可能会影响苏建设的工作。苏建设的父母都是工厂双职工，是端铁饭碗的，此时听到这些话也很生气。怎么会有这么不懂事的孩子？话音刚落，就听到外面汽车的声音。苏大山噌的一下站起来就往外走。这纺织厂还有万元户，就算有一般也不敢这么高调吧。买汽车开进来，这是谁家的亲戚啊？这么有钱，开着小汽车来的。哎呀，你们仔细看，那车好像还是部队里的车啊，不像是路上那种小汽车。不知道是找谁的。苏小涵倒是眼神闪烁，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他直觉好像跟自己家有关。他走到赵玉梅身边，小声道：妈。赵玉梅也沉着脸，但又觉得不可能，摇头道：怎么可能？她一个乡下丫头，估计连小汽车都没怎么见过。话音刚落，车门就打开了，苏英最先走了下来，然后打开副驾驶的车门，把陈淑云也扶了出来。啊，真的是苏英，真的是她居然坐着小汽车来咱家。没等他们都下车，其他人都不屑地进去了，就只留下苏大山了。妈，你看，我就说咱不受欢迎吗？你说你答应那么快干什么？我们家也不是吃不起一顿饭，别人家的饭我还真有点不敢吃。
苏建设老爹眼睛一凝，随后笑起来。怎么会呢？你是苏家的孩子，爷爷还没见过你呢，这第一次见你太激动了，所以一时间有点反应不过来。陈淑云手局促地搓着裤子。我是陈淑云，是建设的媳妇啊。苏老头扭头随意地看了他一眼，只淡淡嗯了一声，随后又看着苏英说道：进来吧，晚饭都准备好了，你们再晚来一会儿都凉了。这意思明显就是嫌弃他们慢，在挑毛病。陈淑云还当了真，赶紧认错。是英英下班晚，我们也是，她一下班就着急过来了，让爸等久了。你怎么把她也带来了？顾影红眼眸微动，清冷的眼神朝他看过去。苏建设只感觉浑身一僵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一个瘫痪的人产生畏惧的感觉。他是我丈夫，既然你要请我们吃饭，我丈夫为什么不能来？当然，如果你要是觉得多双碗筷就把你家吃穷了，那我们现在也可以走。苏英把目光看向了坐在对面的赵玉梅母女。不是说回娘家了吗？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把破鞋留在这儿，故意恶心我跟我妈吗？苏英，苏建设怒声呵斥。苏老太皱眉道：苏英，不管怎么说，玉梅都是你的长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她？苏英看向那老太太，对她比对刚才那个苏老头更没好感。从他们进来，这老婆子就没起来过，看人都是斜着眼睛看的。您哪位啊？很抱歉啊，我不认识你，你更没资格对我说教。我是你奶奶，真是没教养的乡下丫头，有什么样的妈就教出什么样的女儿。苏老婆子站起来，狠狠瞪了陈淑云一眼。陈淑云立刻低头，下意识就想道歉，但被苏英用力抓住。妈，这种见都没见过的人，你管他干什么？跟陌生人有什么区别啊？苏小涵过去扶住苏老太，又一副着急又惶恐的模样，对苏英道：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跟奶奶说话呢？奶奶对我们很好的，只是你以前离得太远了，现在你来江城了，我们肯定还是要走动啊。谁是你姐姐？我妈只生了我一个，谁知道你是谁的种呢？还有，少在我面前装你善解人意那一套。我反，今天我会来，完全是因为我妈耳根子软，我是陪她来的。至于吃饭，我还很不想吃你家饭，尤其还是跟个破鞋一桌。你怎么说话的？苏英，你简直是没救了！你这种人怎么配做我们苏家的孩子？就是这种不知好歹的丫头，我们建设可不承认。苏建设跟他妈最沉不住气，轮流骂苏英。赵玉梅虽然气得牙都要咬碎了，可是却一直没说话。陈淑云对着苏老太小声开口道：妈，我没把苏英教好，但她是第一次见你们，你们别跟她一般见识。苏英无奈，陆枫则是忍不住瞧了一眼嫂子的这位妈，怎么专拆台呢？淑云，我知道我对不住你，但我们毕竟多年的夫妻，就算没有感情了，但也不至于有大仇吧？你说呢？是，我也没说咱俩能有啥仇。苏建设又继续道：那为什么你让苏英来厂子里这么闹呢？你知道我走到今天多不容易吗？那时候离开上阳村，我回城连工作都找不到，那时候每天只舍得吃一顿饭，后来就去工地上给人家搬砖头，每天晚上回到工棚，两只手上全是水泡。我那时候就想，我得努力，我还有女儿要养，你还在上阳村等着我回去，我得混出个人样来，这样才能接你们过来。可是后来我受过一次伤，在床上躺了半年，也就是那时候，是玉梅没日没夜的照顾我。淑云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我请求你别再闹下去了，我这条命都是玉梅救回来的，你就成全我们吧，行吗？陈淑云早已听得泪流满面，哽咽的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苦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苏英越听他的话越无语，他哪里对不起他们了？不说苏建设这些话有没有水分，就算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这些都不是他出轨的理由，而且苏建设说的什么都是为了他们。苏英一个字都不信。苏小涵也低着头，小声说道：阿姨，我也替我妈跟您说句对不起，我妈这人一生要强，不会说软话，但她也觉得挺对不住您的，但她爱爸爸，他们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很恩爱的夫妻。阿姨，我知道这样对您不公平，但还是请求您放过他们吧。苏老头也叹了口气，哎，我家建设福气好，遇到个好女人，要不是玉梅，她那时候估计早没命了。你想想，玉梅做的这些，你能做到吗？苏老婆子哼了一声，做到什么？这么狠毒，让他女儿来厂子里闹事，都想毁了建设，心里能是真心有他吗？他怎么能跟玉梅比？陈淑云反应一直都慢，这会儿才听明白，他们一直在说来厂子里闹事，他不由看向苏英，苏英很坦然，我只是让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真面目，省得他们骗人太久了，自己都当真了，甚至他们的女儿也都在人前摆起厂长千金的架子了。苏小涵赶紧说道：我没有，姐姐，你一定是误会什么了，我从没那么想过，我知道你才是爸爸的女儿，我从来没想跟你争过。行，你别说了，反正我也不在乎，你下次说话能不能稍微正常点儿，我实在膈应的难受啊。
苏小涵嘴巴一撇，一双委屈的眼睛还悄悄去看顾影红。刚才他就发现这个残废的老兵长得还挺好看的。虽然她不会嫁给一个残废，但不妨碍她要从苏英身边抢人。如果让这男人对她言听计从，那收拾苏英不是更容易了吗？顾首长天生冷漠，像是没看到，自顾自地对苏英说道：“是我没考虑周全，应该让你在家吃完饭再来。”对，你也不爱吃芹菜，那我们就不吃了，一会儿回家再吃吧。只是没想到厂长家也过得这么拮据，工资应该不低吧？可能是怕咱们吃吧，人家平时肯定不是吃这些的。两人一唱一和地说着，给苏建设听得怒火中烧，恨不得直接在苏英两人身上戳几个窟窿。赵玉梅这时候低着头小声地哭起来，苏建设立刻就急了，朝着苏英喊道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好心叫你们来家里吃饭，不是叫你来欺负人的。你阿姨从中午就在忙活，做好了菜让你们来吃。苏英，你真是太不识好歹了。”陈淑云抬起头，她也哭得眼睛通红，看着苏建设说道：“建设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叫我们来吃饭，其实是想跟我谈离婚的事吗？我之前不知道你吃了那么多苦，也不知道你受伤的事。他能一直那么细心的照顾你，我确实不如他，你应该告诉我的，我答应离婚。”苏英伸手搭在他肩膀上，随后看向正兀自惊喜高兴的苏建设、赵玉梅他们：“我妈答应成全你们了，我们提的条件你们尽快办到，只要兑现了，立刻跟你去办理离婚手续。”苏建设、赵玉梅脸上的笑容同时僵住。条件？你还要钱？不然呢？你们想什么也不付出就变得合法？昨天你们厂子里的人应该都知道你们不是正常婚姻，而是搞破鞋了吧？不知道厂子上面的领导会不会知道呢？还是说大婶你其实很喜欢情人这个身份？赵玉梅被苏英气得胸口起伏，苏老太也皱着眉头呵斥道：“一个丫头家家的，你听听你说的这些话，我老苏家的名声都被你给败坏完了，丢人现眼。”放心，我从没把自己当成你们家的人，我从出生起，我家就只有我跟我妈2个人，至于你们，算老几呀？苏建设怒视着陈淑云：“你能不能管管你女儿？你看看她像什么样子，那是她奶奶。还有陈淑云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个这么物质的女人？钱，这几年你穷疯了吗？”陈淑云垂着头，低声说着：“你一走几年，家里就我和英英2个人，我还得给你寄生活费，我真的没钱。”那你自己愿意寄的，是我和你要的吗？现在你要跟我要回去，我上哪儿一下子给你弄那么多钱？你还口口声声说你爱我，你就是这么爱我的？是啊，我心甘情愿的。苏建设，你想离婚的话，就按照英英说的，钱拿来我就跟你离婚，不然的话，我过几天就搬到这里来住，我们才是夫妻，我们应该住在一起的。